姐，你没事？我该有什么事啊？堂妹，你可真是关心我，带着这么多人过来看我，我可是要好好的谢谢你呢，我的好堂妹。玉清雅的心底冒出一股凉气。我也是关心堂姐呀。谢谢你的关心啊，我也没有说你不对啊。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堂妹你好奇怪啊，我只是在厢房休息，谁知道那酒水后劲这么大，看来以后出门可不能乱饮酒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堂妹你说只是米酒还加了糖，就跟糖水似的，我这才喝了的。堂妹你没喝吗？玉清寒只是天真，他又不是傻，既然确定是堂妹要害他，更加不会手软。玉清雅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怨恨地盯着他，让玉清寒不寒而栗，却是没有示弱，狠狠地瞪了回去。你害我不成，你还有理了。温竹清挺满意他的表现，没有圣母病，对他宽容，还可以冷静地处理，已经很是不错了。玉家的老管家过来了，还有诗社的负责人，疏散了众人，带着他们回家关着门来处理此事。玉大人跟玉夫人焦急等待着，看到完好无损的女儿都松了一口气。哎呦，可吓死人了，只是个诗会，怎么就出事儿了呢？谁这么大胆子敢害我女儿？老夫要把他碎尸万段。父亲母亲，女儿差点就回不来了。哎呀呀，不怕啊，我女儿吉人自有天相，算命的都说你是大富大贵的命格，肯定会逢凶化吉的。哎，没事了。温竹清眼睛一亮，仔细看一眼他的面相，还真是有福之相，确实可以逢凶化吉。遇到自己就是他最大的运气，可不是谁都能获得他的好感与帮助的。岳川谷注意到了温竹清。这位姑娘是谁呀？是我的朋友，是他救了我。没有温姐姐，女儿真的是在劫难逃了。父亲，你可得好好的感谢温姐姐才是啊。玉川谷可不像自己的女儿那么单纯，看温竹清的眼神带着怀疑和审视，能够让女儿这么亲昵的，看来关系不一般呢。见过于大人，你先处理家务事，随后咱们再聊。好，温姑娘既然是我女儿的客人，还请客房休息一会儿。温竹清点点头，人家要处理家务事，肯定是不方便外人观看，不过他想看谁都拦不住。去了客房，关上门，一张穿墙符再加上一张隐身符，再次回到客厅里。此时屋子里多了一个中年男子，与玉大人有几分的相像，看来这位便是玉二爷，抢走他货物的那位。大哥，我真不知道他这么大胆子，敢算计大侄女。哼，看我不打死他，给大侄女赔罪。你自己说，你还做了什么好事啊？别逼着老子动家法。我也是好意，你一来就来骂我，就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在你眼里我这么恶毒的吗？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做的？突然，玉清雅直勾勾地盯着玉清寒。他的衣服换了，不是这一身，肯定是他算计我的。堂姐，我倒是没看出来你这么深的心机啊。这是温姐姐借给我的，我一身酒气，又去了净房，肯定是要更衣啊。怎么是我算计你了？从头到尾都是你拉着我去诗会，又让我喝酒，现在反而说是我有心机，我做什么了呀我？你这么说清寒可就是没良心了。从小到大你就跟长在我们院子里似的，用了清寒多少好东西，我们说什么了吗？总想着是一家人，一些钱财不跟你计较，倒是养得你不知感恩，生出坏心思了，真是个白眼狼。你们施舍我一点他不想要的衣裳和首饰，就是对我好了吗？我也是家里的小妾，这些都是我应得的，凭什么他有那么多我没有的好东西，我却得靠你们施舍啊？你得问你娘，宫中给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，他自己贪婪用了你的东西，贴补你弟弟还有他娘家人，你要怪就去怪他呀。还有你爹养那么多小妾，买这买那的，都没给你女儿买一朵花戴过，心安理得的把女儿放在我们院子里养着，还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精明了呢。二弟，不是我当嫂子的说你，你这个人就是太服精了，把我们当傻子呢。我们只是不跟你计较，
现在女儿养成这个样子，看你们当父母的后悔不后悔？嫂子，我没这么想，丫头片子而已，嫁出去算了，是她自己心术不正，我可没教过她这些。一副撇清关系的模样，气得玉大人心脏突突直跳。这是你亲女儿，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嫁出去就不是于家的女儿了。你院子里那些女人都给老子打发了，就不该让你插手这么多生意，养得一身的坏毛病。父亲母亲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先处置了堂妹，我是一眼都不想看到她了。玉夫人沉默，看了老爷一眼，毕竟是亲侄女儿，她也不好开口处罚。玉清雅倒是破罐子破摔，冷笑连连，有本事你们就打死我。大嫂啊，求求你就饶了清雅吧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咱们家女孩子也不多，清雅一直很孝顺你的，你就看在她这么多年孝顺你的份上，你就饶了她吧。这是玉清雅的母亲玉儿夫人来了。说完了吗？那我可跟你说道说道，谁生的谁负责，别说什么孝顺我，这么点的孩子，我真没得他什么孝敬，倒是他吃我的用我的，那一屋子的衣裳首饰，哪一样是你给置办的？别说什么我应该做的，那是我心软，我不想跟你们计较，并不代表我糊涂，任由你女儿欺负我亲生的孩子，这是想干嘛呀？毁了我家涵儿，鸠占鹊巢吗？玉清雅抬头，还真有这个意思。玉清寒如果毁了，她多关心大伯母，殷勤孝顺，说不定就能取代了她呢。她这一出计划可是一石二鸟，想了很久才想出来的。哎呀，没有的事儿，大嫂你可太看得起她了，她可没那么有脑子。哼，我看她有，别以为你的女儿跟你一样蠢，你是真没脑子。玉夫人一噎，不带这么骂人的。好了，都别吵了，他做出这种事儿，赶出家门都不为过。不过到底是一家人，罚他去梅花庵禁足吧，抄写佛经，把性子掰过来。等这阵风头过去，找个远点地方的婆家嫁了吧。这玉川谷脸色坚决，要不是亲侄女儿，他都把她给丢进最下等的窑子里，让她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这已经是最轻的处罚了。玉清雅只好认命。多谢大伯。下去吧，孩儿累了，好好教导你们的孩子，别把什么事都丢给我，总给我惹麻烦。知道了，大哥。不用想，玉清雅回去少不得一顿揍，只是她已经不在意了。父母除了会骂她，什么用都没有。你去梅花庵，那些衣裳首饰、金银珠宝，娘帮你存起来，等你嫁人的时候给你当嫁妆。玉清雅简直太失望了，这些东西落她手里还能保得住吗？你要点脸，那些都是女儿的东西，你也有脸惦记？老子告诉你，再敢往你娘家搬东西，老子休了你。玉二夫人这才老实一些。玉老爷让人去请温竹清，玉清寒明显的激动起来。父亲，温姐姐可是世外高人，你可千万不能怠慢她。我真不是骗你的，温姐姐不是凡人，是仙女姐姐。爹知道了。温竹清进来，再次行礼。见过玉大人、玉夫人。温姑娘，坐。姑娘是福州本地人吗？这么漂亮出众的姑娘，我应该听说的。我是外地来的，刚来几天，和岳家有些关系。我是个坤道，爱管闲事儿，和恋爱相遇也是缘分。还有件事儿跟玉大人说清楚，你家弟弟抢走我的一批货，这事儿你得管管。那批香皂是你的？是的，是我家和薛不凡合作，岳二爷和薛家人里应外合，害了薛大公子很惨呢。要不是看玉大人面子，我自己出手，玉二爷的下场可不会很好。哼，真有意思，你一个女孩子家竟然敢威胁老夫。不算是威胁，只是忠告。玉大人要是偏袒你弟弟，那咱们也没什么好聊的，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。哦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商业机密，无可奉告。岳清寒看他们说的火气大，不乐意了。二叔不是好人，你是个好官，怎么能偏袒他呢？还欺负温姐姐，你要是处事不公的话，我第一个不答应，我揪了你的胡子。好了，别胡闹，
爹也没说不管呀。啊，大姑娘家了，别没规矩，让客人笑话。哎呀，温大师放心，我弟弟那边我会教训他，不会让他惹祸的。我跟大师保证，只要大师的生意是正常商业行为，任何人都不会刁难你们。多谢于大人了，那我拭目以待，我也告辞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好，我送送温大师。父亲都没给人家礼物呢，太失礼了吧？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温大师可是世外高人，能看得上咱们家那些俗物吗？父亲不得好好做做准备，改天拜访的吗？我也是在世俗中生活的，也是个俗人，俗物就好。我收了你的礼物，也是了断了这桩因果，大家谁也不欠谁的。温大师真是性情中人，是在下不懂事了，我这就去让人准备。不必准备，5万两银子算是我给你家平了事儿的报酬。玉川谷无奈，只好让人取来银票。温卓清看都没看，一挥手，盒子就消失了。温大师，不知在何处下榻？在下可有机会能去拜访拜访大师吗？我跟岳家大公子是朋友，你找到他就能找到我。岳家大公子不是死了吗？听说他夫人去寻人，都遭遇不测，这一访算是完了。没死呢，他夫人和孩子被我救了，也是有缘，现在在我家住着呢。外人都是以讹传讹，回头岳家会公布他回来的消息，不出意外，他会是下一任岳家家主。理应如此，嫡长优先。岳大公子才华和人品都没得说，当得起家主的担子。你比岳老爷明理。两人边走边聊，玉川谷把他送到了门外，温卓清摆了摆手，让他们留步，潇洒离开，几步就消失在了他们的面前。真是仙女啊，涵儿，你运气真好，以后可得跟温大师搞好关系啊，有他庇护一二，你的未来母亲也不用担心了。那是自然，女儿我一直运气好，温姐姐可喜欢我了呢。啊，这衣服我怎么忘了还给温姐姐了？玉夫人有些眼馋，摸着都舍不得放手。这衣服真好呢，凉丝丝的。温姐姐说了，水火不侵的。当然好了，这么贵重的衣服，咱们才给了人家5万两银子。父亲，咱们是不是太小气了？玉川谷无语，这女儿的胳膊肘拐的也太歪了。以后啊，事还多呢，一次还清了，关系也就断了。你不懂就听父亲的话啊！你们回去吧，我还有事去衙门，晚上不回来了。好，老爷保重身体。玉川谷也不是寻花问柳，是有正事儿。他弟弟惹的祸，他得帮忙收拾了，还要收拢他手里的生意，不能让他惹祸了。有这样的亲弟弟，那真是倒了8辈子都没了。不查不知道，玉二爷做的坏事，那简直是罄竹难书。玉川谷给气的，让人把他给找过来，一桩桩一件件都足够砍头了。不是大哥，你也别骂我了，我赚的钱家里没花是吗？要说有罪，咱全家都有罪。我捞钱是为了谁啊？大哥，你把好名声都给赚足了啊！恶人都是我来当。我女儿蹭你女儿一些衣裳首饰，你们夫妻俩跟踩了猫尾巴似的，也不想想，没有我拼命捞钱，他哪来的钱买？你说的有道理，一笔写不出2个玉字来。现在把心里话说出来，我挺满意的。你长大了。玉二爷反而是给整的不会了，大哥骂他，他都麻木了。现在突然之间和颜悦色的，这心里反而是发毛。大哥，我也有错，是那些人不识趣儿，敢跟咱们于家作对。哎呀，我也是杀鸡儆猴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改，绝不会再出人命了。你看我表现，我一定给你处理的干干净净的。好，你去处理吧。先去给薛家赔礼，人家都找到我这儿来了。薛家背后有高人，我都得礼让3分。该怎么做，不用我教你们。嗨，不用，这事儿我熟，保证把人拿下。去吧，我等你消息。玉川谷打发走了弟弟，眼底闪过了阴鸷，长叹一声，闭上眼睛想着心事。温卓清回到客栈，萧青言还没有回来，薛不凡也不见人影，倒是有一个很意外的人等着他呢，竟然是陈广孝，萧青言的那位朋友。温姑娘，能不能跟你聊几句啊？聊什么？你是不是来警告我远离萧青言的？还是跟我说我配不上他，他和我不是一路人呢，让我离开他？温姑娘，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。是你没有自知之明，你没有搞清楚，
在这场婚事里，萧青言是依赖我的，而不是我依赖他。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又不是他爹，管得有点太宽了吧？哎呀，温姑娘，我好言相劝，你别不识抬举。哼，不识抬举的是你吧？你私底下来找我，不就是想着羞辱我，让我自己离开，然后在萧青言面前去装无辜的吗？好好一大男人，还是当过兵的，光明磊落没学到，背地里耍小动作，算计人倒是精通啊，一身的小家子气。这事儿是你应该做的吗？你要是拿几百两银子来砸我，我倒是考虑几分。威胁我，呵呵，你还不够资格。你太放肆了！喝假酒喝多了吗？我放肆也是你上赶着来找虐的，哪凉快哪待着去吧。萧青言这人不怎么样，身边的人倒是一个比一个的主意大。他是没断奶吗？需要你们一个个的来帮他出头？都是什么大头蒜呢？温竹清优雅地翻了个白眼，不屑地冷哼，起身上楼休息，独留下他风中凌乱。牙尖嘴利，你更配不上我家少主。温竹清已经听不到了，只能是他自己悻悻地离开。萧青言回来，带着一些特色美食，敲开了温竹清的门。温竹清脸色臭臭的。什么事儿？给你带了宵夜，味道很不错，尝一尝。夜宵留下，你走人。看着倒胃口，我怕吃不下。萧青言一脸的无辜。我哪里惹着你了吗？哼，你的存在就惹着我了。东西给夺走，但是呢，人不想看到，把他给关在了门外。薛不凡跟他住在一起，看他郁闷的回来，就问道：吃闭门羹了？睡你的吧，看我吃瘪你很高兴啊？没有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萧青言表示怀疑。薛不凡耸了耸肩，赶紧睡了。萧青言走到窗边，吹响了一个哨子。神奇的是，这哨子没声音，只是震动。不待一会儿，一个黑影出现在他面前。少主，有何吩咐？今日谁惹着阿青了吗？就为了问这个，暗卫有一些无语。属下不知，温姑娘身手高超，属下不敢跟踪。这个也是少主吩咐，不得打扰温姑娘。没让你们跟踪，让你们暗中保护了。他都见过什么人了？跟我说说。暗卫一五一十地讲了。听到陈广孝来找过温竹清，立马蹙眉。他见阿青了？是的。他们聊什么了？属下不知。少主想知道，属下马上去调查。去吧，明日一早我要知道他们聊天的全部内容。好。暗卫离开，萧青言心里是说不出的复杂。陈广孝，你为什么要见阿青呢？温竹清打坐一夜，神清气爽，早就把昨天的不愉快给忘记了。人呐，就得学会忘掉不开心的事情，才可以一直开心。打开门就看到萧青言靠在自己门边上。一大早的，你跟我这当门神呢？昨天的事我都知道了，很抱歉，我不知道陈广孝会找你麻烦，我会跟你讲清楚，让他道歉。嗨，人家也没做错什么，反而是为你好。因为从世俗眼光来看，确实是我高攀您了呢。只能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，人家来提醒我不要亵渎了您这只高贵的天鹅。你现在这个情况，还有个能不避嫌愿意帮你的朋友，他对你很不错了。我不需要谁来为我好，我想要什么我自己清楚。我的人生是我自己过的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替我决定。你的父母亲人呢？他们要是反对，要你休了我呢？他们都走了，不存在这个如果。呵呵，你真是大孝子啊，都不考虑一下父母的感受。要不我去找找我那便宜公婆问问，他们大概还没投胎的吧。萧青言一阵的头疼，有了太厉害的媳妇儿，那真的是很无奈。他总能做出一些常人想不到的事儿来。别去打扰他们清静了，咱们活人的事儿活人做主，好不好？早膳已经准备好了，等你下来吃早膳。萧青言说完就走。温竹清耸了耸肩，他也不会真的去找那便宜公婆，闲得慌吗？洗漱下楼，薛不凡笑得挺开心的。温姑娘，早啊！早，先生，今日红光满面，看来有好事儿呢。真的吗？那借姑娘吉言了，跟着姑娘蹭点福气，就够我受用不尽了。真的想永远跟着姑娘才好呢。吃包子吧。萧青言给他塞了一个包子，堵住他的嘴。那是他娘子，你跟着算怎么回事啊？用完了早膳，还没想好去哪儿玩呢，玉二爷就带着人进来了，抬着2个大箱子。薛公子，在下玉川南，玉部正使是我哥哥，想必你也知道我。你家的货物是我弄走的，不过是薛家主动联系我，不是我欺负你，故意害你啊。
这事儿我得先跟你说清楚，不是我的锅我可不背。这些礼物是我跟你赔礼道歉的诚意。薛公子，这个诚意你满意吗？玉二爷，既然话说清楚了，我也不计较。以后我薛家和二爷井水不犯河水，我们这些小商人还入不了您的眼吧？那香皂的生意可是很不错的，不如咱俩合作，我肯定亏不了你。不了，我也是跟朋友合作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。小小的香皂生意可比不上二爷您那些大买卖，还请您高抬贵手。换个人这么不识趣，玉川南早就让人打死他了。可是薛家被大哥给护着，玉川南也只能是忍了。行，算你厉害，咱们走。东西留下，足够弥补薛不凡的损失了，都是价值连城的好宝贝啊。装进去吧，别让人看到了。这个玉二爷挺阴险的，你看看他送的东西，都是价值连城却不好出手的东西。要是真的有诚意，不如给银票实在些。温竹清只喜欢银票，金叶子也行，古董玉器这些个装饰品总觉得不够保值。你说它值钱呢，它也值钱，但是只在上层圈子里面可以用，普通人一辈子都接触不到。摆在家里看着也养眼啊。温姑娘，玉二爷不会背地里害我吧？难说，玉二爷不像是个大度的，在你这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他现在忍了是因为玉大人压着他呢。他不动手，可是会找人动手，你还是小心点。我知道的。空间荷包那就是好用啊。薛不凡跟孩子似的回到房间玩起来，萧青言去找陈广孝，有些事儿得说清楚。温竹清收了玉清寒的帖子，邀请他去家里面做客。今日还挺巧的，是他大哥的生辰，很多公子小姐们都会来家里面庆祝。温竹清想了想，带着薛不凡一起去，开拓一下人脉，对薛不凡也是有好处的。到了地方，温竹清拿出请帖，带路的嬷嬷眼睛一亮，哎呦，是温姑娘啊，我们家小姐问了好几遍了，就等着姑娘来呢，请随老奴来吧。好的，这位是我朋友，你让人带去南客那边吧。这个是给公子的礼物，送的是刻着护身符的玉佩，材料或许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温竹清亲自刻的符纸，注入灵气，可以保护玉公子百邪不侵，破解一次致命的危机。玉清寒等在院子的门口，看到他就热情地迎上来，温姐姐，你可算来了，等得我脖子都长了，生怕你不赏脸。众位小姐们很是意外，谁这么大面子让玉小姐亲自迎接呀？是位陌生的姑娘，长得倒是漂亮，让人忍不住的嫉妒。不会是冲着玉公子来的吧？在场的姑娘们一大半都存着这个心思，玉家的大少奶奶何等尊贵啊！怎么会？你邀请了肯定会来啊，我挺喜欢热闹的，看这么多漂亮小姑娘，心情也舒畅啊。诸位小姐们好，我姓温，擅长治理疑难杂症，看相测吉凶，阴宅阳宅都能看，谁要是有需求都可以来找我啊，给你们打8折，不管任何疑难之事，保证能帮你们化解。温竹清这么一说，把一众小姐们都给整得不会了。这姑娘不是冲着玉大公子来的吗？还会看疑难杂症，看相算命，这怎么好像被什么东西给乱入了一样？温竹清笑得更加的和蔼了，看着一群傻白甜的姑娘，像是一只只温顺的小羊羔子似的。温姐姐可是正经的修士，是坤道，很厉害的，什么算命看相那都是小事儿。温姐姐还会飞呢，她可是要当仙女的姐姐，咱们这等凡人能够遇到温姐姐，那可是天大的福气呢。众小姐们目瞪口呆，这怎么还越说越离谱了呢？既然这位姑娘这么厉害，不如算一算，今日谁能得偿所愿，心想事成吧。我姓陈，陈可舒，我来打头阵，不如你先帮我算算，算得准了，大家才会相信你啊。陈可舒，温竹清眼神微闪，现在听到姓陈还有点犯膈应，是陈广孝的什么人呢？这位是陈总督的女儿，性格倒是生了，不拘小节，身手也很是不错，胆子也大。都说她要不是个女儿家，肯定可以继承陈家的事业，是陈总督的掌上明珠呢。确实胆儿大。温竹清不会因为陈广孝就迁怒他女儿，一码归一码，他还不至于这么小心眼。大家坐下说吧，我温姐姐今儿个呀，让你们大开眼界。我看相算命不是白看的，看得准不准你们自己清楚，这个挂金是必须要给的。还是为了要钱呢？到这里来赚钱，
你也是挺厉害的呢。就差说他骗钱了，温竹清也不生气。这个钱不论多少，只看你们的心意。算命看相是窥破天机，你们提前窥探也得付出代价，自然是银钱上付出了，这也是为了你们好。我收钱是了断这次因果，帮你们规避了灾难，也有损我的修为。这些钱我会拿去做善事，我自己还不差这点钱。昨天我家才给了温姐姐5万两银子，这都算少的。温姐姐能看得上你们那点东西？福州提督学政家的女儿乃是玉家的死忠，马上就帮着玉清寒说话。玉小姐的朋友能在乎这点俗物吗？咱们去庙里烧香祈福都要给香火钱，哪有白让人算命的？算命也有很多讲究的，别为了一点钱财坏了规矩。再说温姑娘不是说了，不论多少只看心意吗？对啊，陈小姐，你赶紧的吧，我们还等着呢。哼，开始吧。温竹清认真地打量她的面相，突然皱眉说道：陈小姐，你的婚事有变，若是处理不好，你这辈子都难幸福。最近家里是不是给你说亲？但是不是你想要的，你不想按照家里的安排去做，对不对？陈可舒震惊了一下，这事儿除了父母，没有谁知道，就连家里的亲信嬷嬷都不清楚，只是父亲的一个提议。你瞎说的吧？没有的事儿。没有最好，陈小姐的姻缘还没有来，不如多等等，年前不一定亲。你要是信我就记住了，不信就随意。还有没有想问的？你不是说你能处理疑难杂症的吗？我肋骨下3寸，每到夜里子时就隐隐作痛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帮你把脉看看，这就是身体的病症了，与命数无关。陈小姐的命数还是不错的，父母双全，兄弟和睦，没吃什么苦。把脉之后说道：不算大事，是你练武差了气儿，强行练了你做不到的招式，拔苗助长，留下后遗症了。我帮你按几下就好。温竹清运气，在他胸腹之间点了几下，陈可舒咳嗽几下，吐出了一口黑血来，浑身轻松了一些，脸色都好看了。多谢温姑娘，只凭你刚才这几招，你就不是骗子。你这等高手还不屑骗我们这些小姑娘。他倒是磊落，有事儿说事儿，并没有带着偏见故意的刁难人。我初来乍到，也是结识一下人脉。陈小姐心胸磊落，挺好，我挺喜欢你的，以后可以来找我玩啊。好，我会的。这是酬劳，放下一只金镯子，足有50克重呢，还是实心的，是他身上最值钱的首饰了。哎呦，这么大方啊，我倒是不好意思了。我当长辈的也不占你便宜，这是一部刀法，你拿去练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刀的？陈可舒真的是震惊了，他可从来没有对人说过，连父母都是守口如瓶，不敢让人知道。谁敢娶一个整天练刀的姑娘啊？看你手掌上的茧子就知道了。我不反对女孩子学功夫，总比柔弱无依被人欺负的好。至于婆家不喜欢，那是婆家不够好，真正喜欢你的人是不会介意这些的。你现在瞒着，就算是成了亲，还能瞒一辈子，你自己过得也不舒服啊。温姑娘说的太对了，我就是喜欢练刀，谁要是想娶我，先打得过我再说。理应如此，夫妻也要情投意合，能接受你的与众不同才是良配。有了陈可舒打头阵，小姐们都争先让她来算，还有的问一些难以启齿的小毛病，比如什么胸口胀痛了，月事不调了，对着母亲都不好意思讲的那些，把温竹清当作女大夫了。温竹清都一一的解答，给开了药方。不过1个时辰，温竹清就成了他们的知心好友，最受欢迎的大姐姐。岳清笑陪着客人们吃完了午饭，大家自由活动的时候过来见一见妹妹，打一声招呼。薛不凡也跟着他，主要是想见见温竹清。温姑娘久仰大名，我父亲对你也是夸赞有加，清笑有礼了。从荷包里面取出了一张驱邪符递给他，收好，挂在脖子上，洗澡也不要摘下来，放心，不会湿的。这多谢温姑娘了。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将来出事可就麻烦了，吃了苦头别后悔就好。谁要是害怕这张符纸，就是这个人有问题了。岳清寒一听，哥哥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？必须要听温姐姐的话，我还指望你给我撑腰呢。你要是嘎了，咱爹娘怎么办呢？妹妹的关心可真是沉重啊。岳清笑只好带好，保证不会取下来。岳清寒这才露出了笑意。怕这张符的人
能有什么问题呢？温竹清深深地看着玉清笑，怕这张符的那就不是活人了，可能是鬼，可能是妖魔，反正不是正常人。啊，好可怕呀！真的有鬼吗？小姐们吓得是花容失色。想看吗？免费，不收钱。不要，我们也就是好奇一下，现在没有了。谁都好奇，但是吧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只要心里坦荡，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的。温姑娘说的太对了，我就不怕鬼。俗话说，鬼还怕恶人呢。众人不管心虚不心虚，都得赞同，否则表示他们做了亏心事儿啊。玉清笑赶紧道了谢，也没心情与众位小姐们聊天了，赶紧的告辞离开。薛不凡有一些幽怨，他想留下来呢，可是也没什么好的理由。玉清寒倒是被薛不凡给惊艳到了，竟然比女孩子长得还好看呢。可是想起那个书生，立马就掐断了那点涟漪。长得好看的男人都心黑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个男人我怎么没见过啊？谁家的公子啊？长得也太妖气了吧，不像个正经人。他是我朋友，不是本地人，来这做生意的，姓薛，薛不凡。他挺正经的，没什么恶习，不过除了会赚钱，也没什么优点了，不值得诸位小姐们惦记，就当是看一个漂亮花瓶，看着养养眼喽。啊，是温姐姐你的朋友啊？那难怪那么好看呢，我错怪他了。他应该是个正经人，会赚钱那也很厉害。我家就没有善于术务的人，要不然……玉清寒没有说下去了，要不然也不会让他二叔管理术务，还管得一塌糊涂，没少作孽。温竹清无意之间看他的面相，没想到竟然跟薛不凡有夫妻相呢。哎呦喂，这什么缘分呢？他还不能说干涉天机，对他也不好。薛不凡这小子有点东西啊，一介商人竟然就成了福州一把手的乘龙快婿，又是一个靠着老丈人走向巅峰的男人呢。宴席很是顺利，没有玉清雅搅风搅雨，大家玩的都很开心，也都深深记住了温竹清的名字。他们回家又跟家里人推崇备至，温竹清现在那也是小有名气了，不断的有人过来找他，有的是看病的，有的是求子的，还有想要下降头的，对付家里的狐狸精。温竹清在客栈里忙得不行，客栈老板都有意见了，萧青言看在眼里，很快就有了解决的办法。你说你买了一座宅子？是啊，你现在客人多，在客栈也不方便，咱们既然在这儿建造肥皂厂子了，买个宅子也是应该的。等以后有机会还能带着孩子们来这儿玩一玩，有个家也方便一些。也好，去看看吧。武进的宅子不是很大，但是呢也不小了，只是看着有一些萧瑟。温竹清看到门外竟然还有2棵槐树，眼神顿时就古怪起来。你买这个宅子花了多少钱？5000两，你也看出来了，这是个凶宅，要不然这个价钱得翻5倍呢。该夸你聪明还是说你不开窍呢？他这样的直男注定就追不着喜欢的女孩子，你送人宅子，你竟然买个凶宅，这什么脑回路啊？正常女孩子都能配他一脸，彻底拉黑，再也不来往了。很难解决吗？我是想着你擅长处理这些，正好捡漏了。咱们现在银子还算充足，不过该省的还得省。这宅子修缮也要花费不少钱的，过日子得俭省啊。哼，你说的太对了，确实得减少。真是个过日子的好手啊！我真的太有福气了，有你这么好的夫君呢，感动的我都想哭了呢。听着是挺好的话，怎么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呢？不说这个，先处理宅子吧。你还真是运气好，送给我一份大礼。这个宅子换成别的和尚道士，掉头就得走，得修行中人才能处理，最起码也得是元婴修为。你看到这2棵大槐树没有？槐树属阴，家里不能种槐树，宅子周围种槐树也是有讲究的。这2棵槐树长得茂盛，得有数百年的年头了呢，怕是用来镇压枉死之人，阴气滋养才会长得这么好。啊，你说槐树底下有死人？不错。咱们能处理吗？不行也得行啊，你都买下来了，我处理不了多没面子。我下次跟你商议一下，这不是看你忙，不想用琐事麻烦你吗？真是贴心了，我谢谢你了哈。温竹清先去看了看宅子，年久失修，但是建筑的用料都是很好的，很多柱子都是珍贵的金丝楠木，
只这些个木头都值好多钱呢。让萧青岩请人来收拾宅子，温竹清暂时没动那2棵大槐树。这一夜，温竹清也没闲着。子时时分，他的目光落在2棵大树之间，满脸沉思，挥手把许久不见天日的张老魔给放了出来。呦呦呦，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呢？你是人的吗？不放是为了你好，万一遇到一个正道修士超度你怎么办？哎呦，我忘了，还要跟人家和尚赌一场呢，要不就试试他们能不能超度你的。哎呀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早日投胎做人，总比一缕神识活着的好吗？张老魔要是能翻白眼，那肯定能翻到天上去。多谢你的忠告，找我什么事吧？这姑奶奶没事是想不起来他的，张老魔早就看透他了。你看看这2棵槐树，阴气这么旺盛，底下的东西肯定很厉害呢，你能打得过吗？哼，区区阴魂也配咱出手吗？尽管绝了他，找他出来，我来收拾他3招足矣。这么自信啊？那行吧，我开始喽。温竹清取出了铁锹，卖力的挖坑。这事儿没有捷径，只能自己挖，而且底下说不定有什么封印呢，也不敢假手于人。张老魔围着槐树转圈圈，吸一吸鼻子，无数的阴气被他给吸收，身体看着都凝实了一些。他鬼鬼祟祟的看了看周围，没什么动静，放心下来。而正在贪婪的吸取着玉清笑阳气的蓝音，突然感觉自个儿家被偷了，不得不放过他，转身就飞回了家。住手！你是何人？这是我的地盘，滚出去！打出了一道风刃来，温竹清赶紧抵挡，竟然被打的是后退2步。这个鬼修的功力比他还强。鬼修？不入地府竟然有这么强的功力，你挺会藏啊！是，既然知道我的厉害，赶紧滚，别以为我不敢杀你。温竹清可不是被吓大的，仔细观察他一番，很是奇怪。哎，你到底用的什么法子瞒住阴差的呀？你跟我说说我就走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很好玩吗？他保命的绝招怎么能告诉他呢？温竹清吸了吸鼻子，感觉到了一股子熟悉的味道，是活人的味儿。他刚刚跟一个活人在一起，2个人呢还做了亲密的事儿。掐指一算，哎，都忍不住叹息，好惨的玉公子。张老魔，交给你了。好嘞。张老魔冲上去，蓝鹰不屑，反手便是一道风刃，张老魔躲开了。打不着，打不着。贱不搂嗖的，温竹清都无脸，一大把年纪了，要点脸不行吗？张老魔顿时就乐极生悲了，蓝鹰再次出手，竟然是几10道风刃，把他给围起来了。去死吧！温丫头，救我呀！温竹清只好出手，祭出了盾牌和几张爆破符，终于是破了他的风刃。张老魔躲进了戒指里。这姑娘太厉害了，我不行的，你让2丫头来，让她活动活动。温竹清无语。喂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竟然说不行，还比不上一个小孩子，你要脸吗？张老魔装死，他能保住最后一丝神识已经很不易了，要什么脸呢？受死吧，万箭齐发！二丫头，出来玩了。蓝音的无数道风刃被2丫头吸入了领域之中。哇，好纯的阴气啊，我喜欢。温姐姐你可真好，又给我送吃的。2丫头一露面，蓝音就下意识的想跑，可是突然之间手足僵硬，一声声婴儿的笑声把她给围起来了。只要她稍敢动一动，立马就能被撕成碎片。你是什么人？这个重要吗？哎呀，果然实力才是硬道理啊！你刚才弄死我的时候可没关心我是什么人呢。现在能说你为何瞒过鬼差了吧？蓝音眼神闪烁，2丫头生气了。我温姐姐问你话呢，你敢不听话，欠收拾！我说，我是吸取臭男人的阳气，护在我四周，鬼差就不会发现我了。啊，这样也行啊？我为何不行？在鬼差眼里，就像是夫妻蹲轮一样，阴阳交泰，多正常啊！人才啊！你刚刚是不是吸了玉公子的阳气啊？不错，玉公子人是挺好的，可惜啊，和所有的男人都一样，都是自私自利，只想享受女人的伺候，不想负责任。天下男人一般黑，都该死。没有吸死他，
已经是我手下留情了。这样啊，他还得谢谢你呢。你这样到底有伤天和哎，为什么不去投胎？蓝莹沉默，露出了悲伤之色。你既然挖开我的坟墓了，不妨看看我的尸首吧。温竹清觉得吧，这大概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继续挖下去，露出了一具血红的棺材，不仅是个红棺材，上面还钉着5根骷髅头的钉子，像是对应人的额头、咽喉、心脏、丹田、下腹几个位置。这是要死死封住死者的怨气，乃是一门邪术，叫做五鬼封魂钉。只是现在封魂钉已经松动了，棺材露出了缝隙，这才给了蓝莹可乘之机。温竹清犹豫着要不要打开棺材啊，贸然打开也就破解了封印，蓝莹彻底的解脱。谁知道功力会增长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可是不破，这乃是邪术，遇到了就不能不管。温姐姐，破了吧，被封死在这种地方，死了也不得安生。好，棺材盖子打开，一股深沉的怨气扑面而来。不过呢，都被二丫头给吸收了，对她来说，这可是大补之物。真不错，多来点啊！蓝莹彻底的沉默下来，问道：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收服他的？他已经不是寻常的鬼了，超脱轮回之外，我也看不出他有多厉害。我没有收服他，我们是朋友，不是主仆。温竹清看到了棺材里的女子，竟然是一身的嫁衣，凤冠霞帔，华丽至极。只是那套凤冠便是价值不菲，看得出来她活着的时候身份不低，只是身上同样是被钉有着封魂钉，让她的脸狰狞恐怖。哎呦，我的妈，多大仇恨呢？要这么折磨你？你灭人家满门了？是我被人灭了满门，都是那个男人，他哄骗了我，新婚夜屠杀我满门，用我全家的血封住我的棺材，害得我永世不得超生。我一定要找到他，让他血债血偿。确实挺狠的，你也挺惨的。照你这么说，事情已经过去上百年了，你的仇人也该死了吧？你找谁报仇去？他还有后人吧？我要灭了他全族，就像他曾经对我做的一样。唉，不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我没有资格劝你放下，可是你现在遇到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吸食活人阳气已经是坏了规矩，我有权利代表正义消灭你的。不，你就是打得我魂飞魄散，我也不会放手的。温姐姐，他好惨啊，你真的要杀了他吗？唉，二丫头，你不懂的，我现在不超度他，迟早会遇到鬼差，到时候直接打死他，下场更惨。好在他只是吸食阳气，没有害人性命，沾染罪孽，这事还好办。可要是他冥顽不灵，执迷不悟，下场会很惨的。二丫头似懂非懂，让姐姐躲在咱们村子里不行吗？也不是不行，可他想要的是报仇，不是躲避。你问问他愿意放手吗？那肯定是不愿意的呀。蓝莹怨气冲天，上百年的累积，就算是温竹清也得耗费很大的心血才能够超度他。姐姐，你求求温姐姐，温姐姐肯定有办法帮你的。温姐姐最善良也最厉害了，我就是温姐姐救的呢。温竹清直接就无语凝噎了，他没说过要帮他复仇啊，上百年前的事儿了，上哪儿查去呀？查到了要灭人全族，又是个大麻烦。二丫头啊，咱能不能不惹麻烦呢？蓝莹却已经是露出了希望之色。你真的能帮我？只要报了仇，我随你处置。我可以帮你查一查，你先住在二丫头的领地里，不得随意出来。这个地方也得毁掉了，反正你也用不上了。你随意吧，不过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骗我，我拼着自爆，也要拉你们一起死。哼，真是个暴躁的姑娘啊。温竹清摆了摆手，不想说话了。蓝莹跟着二丫头消失了，温竹清还得继续干活。张老魔又飘出来了，这么多阴气怨气，我来帮你吧。你有这么好心？当然了，你用万魂幡这些东西是大补，其实那个女孩子你也可以关在万魂幡里，她就不能作妖了，任凭你处置。温竹清权衡一番，让张老魔吸收了。只要是他动手的话，10天半个月才能处理掉，逸散的阴气也会伤到人，还不如及早的处理。阴煞之气没了，
蓝英的尸体渐渐的腐烂，只剩下一身红的滴血的嫁衣，还有一身的骨头。温竹清重新找了一副棺材，把他的尸骨给收敛起来，回头找个好地方给安葬了吧。尸身入土为安，也能够化解他的怨气。血红的棺材一把火给烧了，包括那2棵大槐树，槐树巨阴，种在门口也不合适啊。大火足足烧了有一整夜。萧青言过来的时候，大火还烧着呢。温竹清就坐在椅子上摆着早饭，边吃边看，还挺惬意，饿不着他。什么情况啊？一夜未归，就是来烧树的呀。坐下，听我慢慢说，这事儿还要你来帮忙。调查案子并不是温竹清的擅长，尤其是数百年前的案子，更是想想都觉得头大。现在呢，就需要便宜老公出力了，总比自个儿来的强吧。萧青言听完，很是厌恶那个男的。我会去查的，你交给我就好了。这么说，这事儿处理完了，以后这条街都会正常了吗？是的，我会布置风水局。咱们房子在这儿呢，自己住的地方可不能马虎了，不求大富大贵，平安祥和就好。辛苦阿青了，我给你2个助手，需要干活的话，吩咐他们就好。不必了，你的人我不敢恭维，我自己找人。萧青言有一些尴尬，好像他的人都留给阿青不好的印象，这事儿是他理亏。你忙去吧，我等着烧完了树，把这清理干净了才能离开。我也不着急走，我想把这条街的房子买下来。什么？买下一条街的房子？你疯了？没有，因为这里闹鬼，居民都搬走了，现在这里的房价便宜得很，我买下来等于是捡漏了。我以前没发现，你还挺有商业头脑呀。这地方确实不错，只是咱们家没那么多人，谁住啊？租出去或者转手一卖，最少3-5倍的利润。挺好，那你去买吧。给点钱呗，最近花销大，没钱了。现在要钱都这么大方了，习惯了，果然是很可怕。刚到手的5万两银票都没捂热呢，又让萧青言给拿走了。温竹清罕见的郁闷，让萧青言觉得好笑。地契都写你的名字，都是你的，我的也是你的呀。懂事儿啊，本来就是我的，算我的嫁妆啊，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哦。怎么和离了你也不能分我的钱？不会的。是不会分他的钱呢，还是不会跟他和离呀？他也没说清楚。温竹清处理好这里的事儿，已经是午膳的时辰了，正好去玉家蹭个饭吃。玉清笑还是病了，被吓的。公子，小姐来看你了。还有温大师。温大师，救我呀！大哥，早都跟你说了，不要寻花问柳，去那种地方胡混。你不听我的，现在后悔了吧？后悔了，后悔了。妹子，你别说了，先让温大师给我看看，我觉得我快死了。你看这护身符都化成灰了，哎呦，太可怕了。真的吗？难不成没有觉得享受？玉清笑脸红，温大师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你是阴气缠身，不过对性命无碍的。你们家好歹也是布政使，一州之主，就没有什么护身的宝贝吗？只有寺庙给的护身符，还不如温大师的管用呢。啊？昨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大哥，你给我讲讲呗。这多不好意思啊！哎，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，吓着了还得帮你收魂呢。你哥这个事儿算是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。岳清笑心里有一些不舒服，问道：他为什么要害我呀？无冤无仇的，我对他也没有任何冒犯之处啊。你呀，知足吧，知道那姑娘什么人，你就该知道你现在有多幸运了。温竹清大概讲了一下蓝英的遭遇。她最恨不负责任的男人了。你对她是好，可是你能娶她，对她负责吗？既然不能，你就不该对她好。有时候最残忍的不是绝望，而是给了希望又让人绝望。唉，你这个人吧，有点烂好人。玉川谷可是一方大佬，老谋深算，养出的儿女怎么就如此的单纯呢？温大师说的对，我爹也说我优柔寡断了点儿。哎呀，可能是读书读傻了。不是坏事，善良的人总是有好运的，好好修养吧。多谢温大师。那个护身符能再给我一张吗？我昨天送你的生辰礼物有一个护身玉佩，你带着那个的话，女鬼都进不了你的身子。多谢，我还没来得及拆礼物呢。玉清笑赶紧让人去找护身玉佩，这是真的被吓着了。温竹清看了看他的面相，这倒霉孩子最近还有麻烦呢，
赶紧送给他一张传讯符纸。有麻烦撕了这张纸，我会来救你的。最近不要去有水的地方哈，印堂发黑，少出门。啊，我还会倒霉？这太谢谢温大师了。可不得好好谢谢温姐姐吗？她的厉害你还没见过呢。希望你不会用到这张传讯符，那是真的危险。玉清寒心有余悸，上次如果没有温姐姐救他，他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。温大师人美心善，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，我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需要一些下人跑跑腿，买东西，你借几个给我吧。好，我亲自给温大师跑腿。算了吧，你正走霉运呢，我可不敢用你啊。老师在家待着吧。玉清笑心里发毛，他也不想倒霉啊。我不倒霉，我跟着温姐姐，我带50个下人够用吗？够了的，吃完饭就跟我走。好嘞，大哥你就养着吧，不要出门啊。玉清寒乐颠颠的给温竹清帮忙去了，完全不顾亲哥哥的郁闷，兄妹情也就那么一点。有了这些人的帮助，速度很快。温竹清忙了2天，这才把宅子给布置好了。温竹清就挂上了温府的牌子，以后啊，这里就是他的家了。温姐姐这个家不大，待着却很舒服，比我家都感觉舒服，空气好，我都想住在这儿了。给你留一间房，随时欢迎啊。谢谢姐姐，你就是我亲姐姐。嘴巴真甜。你的人也该回去了，我不能一直用着，耽误了你家的事儿。那温姐姐家里不是没有人使唤了吗？不如去买一些回来吧，买的下人忠心可靠，温姐姐这么厉害，不怕他们不用心伺候。那好，咱们现在就去买人，正好让你家嬷嬷帮我调教几天。2人说做就做，玉家的下人知道牲口市场，带着他们就过去了。买下人的地方和牲口市场是在一起的，牲口市场他也看一看，买上几匹好马，出行也方便些。温竹清挑不出好马，倒是看上了一头青色的驴子，毛发油光水亮，大眼睛露出几丝厌世的感觉，吸引了温竹清的注意。别的牲口那都是站着的，他呢是躺着的，嚼着个草，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像是一个慵懒的贵族。这驴子怎么卖？50两银子，姑娘喜欢呀，还能便宜点。有点贵啊。嗨，你不看这一身的膘，长得多好啊！一身膘说明懒，只吃不干活啊。店家，你是不是嫌弃他不干活了给卖了？可不是嘛，人家买走磨面磨豆腐的。哼，这家伙倒是好，怎么打都不动弹，还偷吃人家饭菜，怎么防都防不住，真是太精了。不过呢，要是买了吃肉，这50两绝对值了。驴肉可不便宜，50文1斤呐。那为什么别人家不杀了吃肉呢？哎呀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其实他知道，主要是邪性，主人家都磨好刀要杀他，他就跑了。过几天呢，又回来，继续让主人养，能把人给气死。驴子看到他，那眼睛突然就亮了。温竹清抬手就是一道灵气，摸了摸他的驴脸，驴子那大眼睛里面都露出了震惊之色，竟然是个女修。40两，我就买了。行吧，姑娘爽快，我也不磨叽了，买了。人还没买呢，先买了一头驴。岳清寒摸了摸它，这就是驴子啊，挺好看的。那驴子突然就叫唤了一声，把他给吓了一跳，挨了温竹清一巴掌。吓着我妹妹了，喊什么喊呢？闭嘴！驴子不服，还想瞪眼呢。温竹清又是2巴掌，打得他脑浆子都沸腾了。这是用上了暗劲儿，不管他什么情况，那都得听话。驴子不敢放肆了，耷拉着脑袋，老实多了。下一条街就是人口市场了。嬷嬷领路，一转弯看到的那都是一个个棚子，无数的人被拴着脖子，神情麻木的发着呆。姑娘，想挑个什么样的奴才，我们这儿都有，价格呀便宜，听话老实能干活。都起来，别装死啊！你打人做什么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虽说360行各行都有存在的需求，你或许也是迫不得已做这个的，可是基本的人性总得有吧？沾染杀你不怕连累子孙后代？哎呦，这姑娘真是善良啊，菩萨心肠。那要不你把他们都救走啊？
这你买我卖，公平合理，官府都不管，你要管啊？温竹清沉默，确实如此，官府都不管，他装什么救世主啊？只是遇到了就不能不管。多少钱？成年男人5两银子，老弱病残都没有，妇人便宜2两银子。你看我像是冤大头吗？你留着吧。嘿，慢走不送。摊主挥舞着鞭子，继续抽打他的奴隶。玉清寒都要心疼死了。温竹清扯着他，不让他回头。这个时候他们心软，那才是被人给拿捏了呢。果然，摊主抽一会儿也累了，卖声晦气，继续等着下一位客人。温姑娘真是聪明，老奴还想提醒您呢，这样的奴才是最低等的，一般都送到矿山，活着去种地做苦力的，便宜得很。他们留着还浪费粮食，2两银子都顶天了。我想也是，卖苦力最没价值了，多看几家不着急的。之后的摊主都约定好了，喊的价格都一样。温竹清果断就离开了。他没有注意到那头青驴露出了嘲讽的笑容，又是个蠢的。温竹清找了一家茶楼休息一会儿，吩咐领路的婆子：“你去找几个脸生的，分批买走那些人，价格尽量压低一些，有钱也不能给这些人赚。”哎，您放心，这事儿老奴一定办好。拿着钱就走了。玉清寒这才露出了笑意。我以为温姐姐真的不管了呢。哎，有些事情就要讲究策略，有钱也不能当冤大头啊！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呢。我记着了，以后我跟着母亲学管家。剩下的便是等待。温竹清喝着茶，听着说书先生讲着国家大事，竟然听到了萧青岩的名字。堂堂西北王世子，战无不胜的大将军，因为对抗朝廷流亡天下，红颜知己都保不住，可悲可叹呐。温竹清一挑眉，看来那位郡主并非萧青岩说的那么无辜，百姓都知道跟他有纠葛。这男人呢，就是不老实。温竹清脸色冷沉，听着说书人说着郡主如何的痴情，拖延婚事对抗家族，就是等着萧将军呢。现在啊，却不得不面对现实，逼不得已嫁给了冠军侯，一对有情人是难成正果，实在是遗憾呢。众人都很是感慨，有那心软的姑娘都落泪了，这也太惨了。那个萧将军如果是个真男人，就该把人给抢回来。妹妹，话本子看多了吧？哪儿来的那么多英雄救美呢？这种戏嘛，听听也就算了，博人眼球的，谁信谁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万一是真的呢？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人家就造反，只要不拉着咱，都当着故事听听就好，恰恰饭呢。也是，我就是太可怜那位将军了。放心吧，他不可怜。玉清寒最大的优点就是听劝，温竹清说他就信了，不再纠结，抓着瓜子吃，听的是津津有味。突然他看到底下一个熟悉的影子，竟然是那个书生，心里有一种不妙的预感。温姐姐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？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？难说，不过他能找到这儿，这里面的事可多了。啊？还有什么事啊？这么大的福州城，没有100万也有几十万人呢。你真的相信是偶遇？姐姐的意思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？肯定的呀，你身边有内鬼。玉清寒都气炸了，回去让母亲狠狠地审问他们。我对他们多好啊，居然还出卖我。这个你会需要的，真言符，看你喊我姐姐5两银子一张。来100张。过犹不及，不要贪图便利，偶尔用一次就好，用多了会损害你的运势的。好吧，那温姐姐你能卖给我多少张啊？10张。行吧。玉清寒买了10张真言符纸，底下又出意外了。书生找不到玉清寒，竟然走到说书先生的台上，诉说自己对富家小姐的一片痴情，可惜被小姐的家族给阻拦，生生给拆散了。玉清寒听得火大，他太卑鄙了，气死我了！你别出面，让我来。收拾贱人就得狠狠怼他。你让人传话给家里，这个人好大的胆子，敢叫板你们家，谁给他的勇气啊？
温卓清走出包厢，痞里痞气地说道：“书生，你来这儿卖惨，敢不敢说那位小姐的身份啊？”哎，不敢，我不能诋毁小姐名声。小姐的家族极为显赫，能跟小姐相处一段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只是心中郁结难消，若我有个好的家世，就能跟小姐双宿双飞。唉，世道何其不公啊！为何要这么折磨我？客人们都有一些可怜他，确实不公。又是一对因为身份而不能在一起的有情人呢。哼，既然人家身份显赫，肯定出入仆从成云，家教严格，很难接触外男。你是如何跟小姐相爱的呢？书信往来，在下也写过诗词歌赋，擅长音律。我跟小姐因为诗词结缘，音律深交。那你有证据吗？人家小姐有给你写信吗？书生，我可提醒你，诽谤可是要坐牢的。不管你今日因为什么在此大放厥词，后果你可想好了？书生颤抖，他没想好，只是不甘心，想赌一赌。而且幕后之人说了会帮他的，错过这次，那真的就是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真正有才华的读书人是一门心思都在圣贤书上，谁会整天情情爱爱的，妄想着勾搭富家小姐一步登天呢？你这样的人大家也见过吧？自身有点小才华就不想努力，找个富家千金就不用奋斗了。只是人家有钱人也不傻，能稀罕你一个半吊子吗？你这女子好没风度，无凭无据，你凭什么羞辱我？你太高看自己了，羞辱你也配啊？你要真的有才学，拿出你写的诗词歌赋、策论文章，找人来看看，是不是真的有本事？你又是在何处读书的？什么功名？敢不敢报上名来？书生当然不敢了，底下有人起哄：“你这姑娘不会是嫉妒人家小姐吧？有人家才子佳人多浪漫呀，被你说的这么龌龊，你就是见不得人家恩爱是不是？嘿，不会是老姑婆嫁不出去了吧？”哈哈，就是，看你一身的粗俗习气，长得也就那样，谁会不开眼娶了你啊？大男人的不修口德，小心烂舌头。我很有理由怀疑你跟他们是一伙的，不怕告诉你，我已经报官了。都别走，待会儿跟官府说去吧。几人脸色慌乱，真报官了。刚要溜出去，官差就进来了。先抓他们几个，这可是同伙。不要，我们就是受人钱财，不是同伙，跟他不认识的，别抓我们。都收了钱了，帮人办事儿，这不就是同伙的吗？胡三儿，还有你呢，你可是惯犯了。这次不让你去挖矿，老子不干这个差役了。他们被抓走了，书生吓得都脚软。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我没有污蔑玉小姐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你去跟知府大人说吧，带走。这点小事儿都不用玉川谷出面，当地知府就能处置了。这个书生最终是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代价。玉清寒心里的恶气这才算是出来了，真的是被他给恶心坏了。回去吧，以后看人长点心吧。我听姐姐跟父母的，他们说好我才嫁呢。两人说说笑笑的就回了家。玉清寒早早的就过来了，这才跟着个玉清笑兄妹俩一块儿来访。温竹清招呼他们俩坐下喝茶，萧青言也不着急走，跟他一起招呼客人，尽显男主人姿态。你身体好了吗？来我这儿不是单纯玩的吧？身体好很多，本来也没多大事儿，一直躺着也累得慌。本来打算回书院的，可是母亲担心我的身体，让我多养几天。听说温姑娘置办了宅子，我来看看认认门。那个什么时候暖房，我请朋友来热闹热闹。多谢你好意了，我还没决定好，等等再看吧。你家内贼抓住了吗？抓住了，是我的一个二等丫鬟，她也招认了，却是没有供出是谁指使的她。这个母亲在查呢。啊，你的丫鬟不应该是家生子的吗？丫鬟还敢背叛主子？她说那个书生说喜欢她，只要我嫁过去，就能当成陪嫁丫鬟一起过去，将来好当个通房丫鬟，可把我给恶心坏了。这不是寻常事儿吗？陪嫁丫鬟本来就是伺候未来姑爷的，迟早的事儿，你恶心什么？要是接受不了，就找个人品好的，不纳妾，不找通房。你的丫鬟也都教好了，不准爬姑爷床。
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啊？岳清寒很是迷茫，就算是他最尊敬的父亲，也有着几房妾室。怎么没有啊？你堂堂大小姐，找个只属于自己的男人不行吗？只要你降低一点点要求，家世低一点，这个不难的。行吧，除非我想进宫，整个福州想找一个家世比我家高的，那还真是没有。这就是福州小公主的底气。不说这个了，今日堂弟约我出去玩，哎，你们要不要跟着一块儿去啊？就是游园子赏花，都是自己人，没有什么别的乱七八糟的人。你堂弟？玉清雅的弟弟，比我小2岁，我很不喜欢他，两面三刀，阴险狠毒的，就跟一条毒蛇似的。大哥，你也别跟他玩了，免得被带坏了。哎呀，没你说的那么夸张，他就是性格肆意了些，还是很懂事的。你大哥行得正坐得直，谁都带不坏啊。清寒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，女孩子直觉更强一些，他说不是好人肯定有问题的，你别这么自信。因为你父亲本身就容易让你堂弟嫉妒，你忘了你堂妹了吗？他能对你妹妹下手，为何你堂弟就不能呢？还多长点心吧。你要是我儿子，我肯定让你多见识见识社会的残酷。这么大人了，一脸的傻白甜，一点不像是布政使家的大公子。玉清笑被训的是蔫头耷了脑，没有生气。我听温大师的话，不过我还是要过去的。随便。温竹清劝过了，又不是人家亲爹，还用得着为他负责吗？我是这么想的，若是堂弟有害我的心，不如就让他动手，及早发现，也能让父亲做主处罚他。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人家对我热情，我总不能冷着脸不搭理吧？那倒显得我不懂事儿了。今儿也是个机会，我倒是要看看堂弟打什么主意。这孩子也不是傻，就是这性格腼腆了一些，不好意思拒绝别人。那好，我陪着你们一起去看看热闹。好啊，有温姑娘帮我，我更有把握了。我还找了2个江湖高手，花大价钱请人家保护我呢。哼，你还挺聪明呢。一般出来玩啊，大多从酒水、饮食下手，中了药就得任人宰割了，谁也不能明目张胆的害人啊。你找江湖高手，不如找那些底层的小混混，他们更机灵、更油滑，也懂很多下三滥的门道，更有用一些。岳清笑眼睛一亮，还真是啊，回头就找去。他需要防备的不是江湖高手，而是阴谋诡计、背地里害人的那些个把戏。岳清寒对萧青言很是好奇。哦，这位就是姐夫呀，长得还挺帅的，气宇轩昂，英姿勃发，像是个练家子。一个莽夫而已，靠我养着呢。是，全靠阿青，没有阿青的话，这个家得散。温竹清白了他一眼。你今儿不忙吗？忙，你们玩开心点儿，两位告辞了，回头来家里吃饭。好的，姐夫慢走。这声姐夫让萧青言很是受用，嘴角噙着笑意。且说温竹清和玉家兄妹俩来赴约，是一个很大的园林，围着一个巨大的小湖泊建造而成。玉清笑的堂弟叫做玉清浩，朝气阳光，并没有玉清寒说的那么可怕。不过温竹清看人从来不是看外表，而是看面相。这位身上的怨气浓重，甚至是杀孽缠身，身上背负着人命还不止一条呢。堂姐，我姐的糊涂，多有得罪了，我一直想找你赔礼道歉呢，又怕你生气，今日趁此机会，弟弟我敬你一杯，你别跟我姐一般见识了。堂弟客气了，堂妹已经受到教训了，我还能一直恨着她不成吗？只要她一直在尼姑庵里，玉清寒就会原谅她。玉清浩一口喝完了酒水。堂姐心善，是我们姐弟的福气。哎，这位漂亮的姑娘是哪位啊？我怎么没印象？这是我在外面结交的朋友，姓温，陪着我来玩的。堂弟你不会介意吧？怎么会呢？啊，原来是温姑娘，我听说过你，你会算命会看相，久仰大名了。是吗？荣幸之至，混口饭吃而已。温姑娘谦虚了。哎，不如你帮我看看我的面相怎么样？今儿是来玩的，不做生意，回头单独约，我好好帮二公子算一算。行，咱可说好了啊，你们先喝茶，我去安排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堂弟你忙。
他一走，玉清寒浑身一垮，不知道为什么跟他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后背发凉，浑身发毛，就好像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。你的感觉没错，以后离他远一点。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吗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温竹清没说那么多，玉清寒也没有追着问。有小姐们过来跟他们打招呼，玉清笑也去跟那些个贵公子们喝酒应酬。怎么没见着陈小姐啊？陈小姐跟父亲吵架了，吵得可凶呢，大概是被禁足出不来了。我跟他家是邻居，听到过几次呢。啊？为什么？具体的不清楚，大概是婚事。还有，陈小姐喜欢练武，陈总督不支持，女孩子舞刀弄枪的，怎么嫁人啊？温竹清听着小姐们说八卦，也喜欢这样的热闹，心态都觉得跟着年轻了一些。突然，他发现玉清笑身子直挺挺的就往湖边走去了，周围虽然是跟着小厮，可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，只能是后退几步跟着。糟糕，出事了！温竹清一撩裙子，踩着桌子就飞出去了。玉清笑那边突然就加快了脚步，翻过围栏就要跳湖。嘿，大公子啊！小厮们都吓傻了，都忘了追上去救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温竹清飞了过来，抓住了玉清笑的衣领。你想死啊！玉清笑一脸迷茫，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之后，那吓得魂儿都要飞了。嘿，救我呀！我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不是你自己跳的吗？啊，我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嘿，快拉我上去！温竹清用力，刚要把他给拽上来，看到河底一团黑色的影子缠住了玉清笑的脚腕，跟温竹清决住，不让他把人家拉走。这么大的动静惊动了所有的人，都跑过来帮忙。玉公子怎么会落水了？快救人啊！人都去哪儿了？玉清寒也紧张死了，大哥是癔症了吗？玉清笑也察觉到了脚底下的异常，吓得是脸色惨白。温姑娘，救我呀！哼，区区水鬼也敢班门弄斧，是我一张符纸。驱邪符拍进去，水面波动了一下，却没什么效果。温竹清蹙眉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不是水鬼，是水猴子。水猴子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半人半妖怪的存在，身体堪比僵尸，很难对付的。阿青啊，有麻烦了。温姐姐，我哥怎么样了？玉清寒看他还没把哥哥给拉上来，心中紧张，恨不得去帮忙。堂哥，你怎么落水了？哎呀，都闪开，我去救你。玉清浩赶来了，就要跳下去救人，只是没有落进水里，就被温竹清一甩袖子给甩上岸去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要救我堂兄，你为何阻拦我？玉清浩都气死了，这么好的表现机会，他竟然敢阻拦他。谁都不准下水，水里有古怪。清寒，你照顾好你哥哥。温竹清自己跳了下去，他力气大，很快就把玉清笑给救上来，一把甩上了岸，自己又一个猛地扎进了水里，追上了那个黑影。温姐姐！玉清寒是大惊失色，温姐姐跳下去了，会不会有事儿啊？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众人只看到一个矮个子瘦小的人影跳出水面，踩着荷叶飞起来，动作很是敏捷。哪里走？温竹清就追了出来，死死地追着那个矮个子不放。啊，温姐姐好厉害呀！你倒是管管你哥哥呀，我要冻死了。啊，我给忘了，快带着大哥去换衣裳，煮姜汤，照顾好了啊！我在这看一会儿。温姐姐的身手可不多见，玉清寒可得仔细的看看。远处的两人一追一逃，有时在水底追踪，有时跳出水面，温竹清却都如同是复古之躯一样，死死地咬着那人不放。岸上，玉清浩一张脸阴沉的可怕，哪儿冒出来的女人呢？这么厉害，他的计划全被打乱了。湖水连着外界有一个入水口，原本是用铁栅栏给挡着的，现在被人给扯开了。水猴子已经逃走了，水底下并不是温竹清的主场，他也担心玉清笑。一蹬腿，温竹清跳出水面，旋转几圈，水珠四散。他的衣服是法衣，水火不侵，并没有湿透，好帅啊！温姐姐，你没事可太好了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管什么东西，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你大哥怎么样？去换衣服休息了。大哥怎么搞的？幸好温姐姐跟着，要不然多危险啊！玉清笑已经好了一些，
换好了衣服，正在喝姜汤呢。温姑娘，你抓着那个怪物了吗？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。怎么突然跳水啊？自杀吗？我没有，我怎么舍得呢？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温竹清上前扯开他的衣服，检查他的身体，身上没什么发现，也没有被人给扎了针什么的。但是盯着他的眼睛看的时候，温竹清发现了端倪。你中了降头了。是什么？玉清浩浑身一震，他连这个都能看出来。降头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温竹清并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回家吧，麻烦大家了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嘿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要是不请你过来，就没这些意外了。不怪你，是我倒霉了，堂弟。最近你也少出门，诡异的事有很多，我都怕了。好，我在家照顾堂兄。温竹清冷冷地看着他，最终没说什么。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动的手脚，但是温竹清直觉这个人绝对是不无辜。玉清笑回家，各种补品和探望的人是蜂拥而至，玉大人都交给管家来接待，自己亲自陪着孩子。二房夫妻俩也是一脸的关心，嘘寒问暖。玉清笑累得很，却又不能睡，还得应付他们。都回去吧，让大公子休息了，身体不好更容易被人趁虚而入。没关系，让大侄儿休息，我们在前面等着。二老爷，你表现对侄儿的关心不用在这儿，换成是你睡觉的时候被人守着，你能睡得好吗？我跟玉大人有要事商议，二老爷还是回避吧，否则我会误会你的动机了。你该不会心虚，故意留下来打听消息的吧？我没有，你这女子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关心侄儿有错吗？是没错，但是论技不论心，你的关心太做作了，跟演戏一样，偏偏演技还不高，像个自作聪明的跳梁小丑。你二弟不得无礼，温姑娘说的对，你们回去吧，这里不需要这么多人，阿笑需要静养。哼，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了，回去吧。玉大人眉头拧得跟个疙瘩似的，现在他只关心儿子。温竹清意味深长地扫视他们一家子，让他们都很不舒服，忙不迭的就走了。终于是安静下来。混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，我愿意拿出玉家一半财产，只求我儿子平安呢。玉夫人，有些话可不能随意说说，必须要做到，否则会被加倍惩罚。因为此时你心里最急切也最虔诚，等同于誓言，会被天道捕捉，记在了人家的小本本上，人家可盯着你呢。只要我儿无事，钱财不算什么。老爷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孩子比钱重要。钱没了还能赚，儿子没了那可生不出来这么大的一儿子。他们夫妻俩这一大把年纪了，都难说还能不能生了。行吧，既然你们都同意了，我会全力以赴。温姐姐，你怎么看出来哥哥是中了降头啊？他眼睛的瞳孔周围有3个小黑点，你仔细看就会发现，这是中了降头的特征。害人的邪门法子要数苗疆的蛊虫最邪门，最难破解。降头倒是好一点，毕竟是从咱们这儿偷走的翻版。不过想要给人下降头，必须要知道生辰八字和他的贴身之物，头发、指甲、血液这些东西。谁能拿到这些东西，这个你们自己查吧。玉川谷跟夫人对视一样，都是一样的惊怒交加。他们家什么时候成了筛子了？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被人给弄走了，他们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？温竹清并没有多说什么，让他们自己去处理。继续道，中了降头可不只是被人控制这么简单，咱们现在已经严加防守了，对方控制不了令郎，就会用别的方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折腾他的身体，让他生不如死。这温姑娘可有法子破解？温竹清也觉得棘手，若是简单的中邪撞了鬼，那还好处理，这个降头可不好弄啊，就像是小五被人给换命一样，人家抓着你的命脉呢，怎么折腾都行，你这什么都没有，怎么能够是人家的对手呢？今晚上是安全的，我会尽量在今晚上处理好此事，明日不管他发生什么都不用慌，性命是无碍的，对方也不敢轻易害了令郎的性命。说句不好听的，能投胎到你们这样的富贵人家，令郎的命格也是很厉害的，吉人自有天相吧。这倒是安慰了玉川谷。
辛苦温大师了。我辛苦是应该的，修行中人遇到不平事就得管。不过玉大人，恕我直言，你身居高位，享受常人几辈子享受不到的权势和富贵，可是你的功德并不匹配你现在的高位，更别说有个好弟弟给你扯后腿。他的罪孽都是因为狐假虎威，仗着你的势力，你也有一半的责任，都是在消耗你的功德。你要想以后能有个善终，最好是多做善事，积累功德吧。多谢大师提点，我当这个官儿，不说爱民如子，也是尽量为百姓谋福祉的。现在让我做好事儿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。我昨日光牲口市场那里公然贩卖人口，这可是有违天和。同样是人，哪怕有贫有富的，起码尊严也总该有的。把人当牲口一样买卖，这就助长了人贩子的发展。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了。岳大人可以从这里入手，解救无数百姓，这可是大功德呢。哦，我还知道北方今年遭了灾，秋雨连绵，农作物难以丰收，这个冬天缺粮食会极为严重，甚至会饿死人的。岳大人若是能给北方捐赠粮食，用你的私产购买，也是活人无数，功德无量。岳大人身居高位，你的一举一动才是活人无数，比我小打小闹更有用呢。他能救一人一家，人家玉大人出手救的便是无数的百姓，这个功德温竹清都觉得羡慕。玉某受教了，这就去安排。我也告辞了，这个是镇定药，若是明日我回不来，令郎身体恶化，先让他服用，减少痛苦。但是我不回来，不许私自给他吃东西，也不许找任何道人和尚来做法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温竹清不是想要独揽功劳，而是怕那些个人不懂乱来，激怒了幕后之人。玉清笑那可就真的是凶多吉少了。我们一定听温大师的。温竹清帮了他们这么多，人品是可以信任的，一家人都愿意听他的。温竹清安顿好了这里，还要去找水猴子。今天晚上啊，又不得休息了。走出了玉家大门，被人给拦住了。温姑娘，可否赏脸喝杯茶？玉二少邀请，自然是荣幸之至。温竹清上了他的马车，想看看这位二少爷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底牌，探探底细。温姑娘，恕我冒昧，你来福州所谓何事？想巴结我大伯，倒是煞费苦心呢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我也不反对。福州一把手，谁不想巴结？倒是能巴结上，是我的本事呢。玉清笑都给整得不会了，直接承认自己就是巴结人，这么坦白的人还是头一回见的。玉二少要是过问我的私事，大可不必。夜色不早，我还要忙，就此别过吧。稍等，我大伯能给你的，我加倍给你，只要你不再插手我们玉家的家务事。温姑娘，你慎重考虑一二，毕竟我们是血脉亲人，你一个外人，一招不慎，可就里外不是人了。说实在的，岳大人能给的，你还真给不了。你不过是依附你大伯作威作福的官二代，还不是亲生的，侄儿而已。有人家亲儿子在，哪轮得到你啊？我现在倒是很怀疑，大公子遭遇的一切都是你一手策划，毕竟你们家有前科呢。做人呐，要知足些，没有投个好胎，怪你爹去啊！你报复疼爱照顾你的大伯，就是白眼狼了。哼，你说的对，我是没有投好胎，可是投好胎的却不懂得珍惜，什么都不会，蠢笨的让人不堪入目。我要是管理玉家，肯定比现在更好。交给我堂兄，迟早得败落了。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啊！大公子或许不如你聪慧，也不如你能力强，但是他有一颗仁善之心，这就比你强了100倍。既然知道我的本事，就该知道你的所作所为瞒不过我的眼睛。二公子，好自为之吧。以前没有的报应，是因为没有遇到我。你现在收手还能活命，想跟我死扛到底，趁早安排后事吧。冥顽不灵，我给你机会，你既然不要，也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哼，心狠手辣也得对我有用才行啊！放狠话是懦夫行为，你没这么白痴吧？哼，你是厉害，可是你的同伴呢？岳清浩有备而来，已经查到了萧青言他们身上了。这个时候大概已经动手了。温竹清不慌不忙，拿出传讯符撕开，说道：“听到我说话吗？”听到了，这玩意儿挺好使呢。是岳千帆。温竹清并不是一个人战斗，
小事，只保护，反击吗？格杀勿论。好嘞，哼，又有新鲜的美味了。岳千帆爬出棺材，迅速的消失，再次出现，就站在薛不凡的床边了。薛不凡只觉得冷飕飕的，下意识的钻进了被子里，继续睡觉。萧青言却已经被惊醒了。你干嘛呢？大半夜的吓唬人呢？你们有危险，温姑娘让我来保护你们。哎呀，睡吧，我守着你们。阿青在玉家会不会出事儿？我也去看看。别了，这个时候保护好自己，不出事儿就是帮了温姑娘。听话，否则温姑娘收拾你，我可不帮你求情啊！哼，你这个坑货，上次帮你，你把我给卖了，温姑娘好几天没搭理我。萧青言理亏，摸了摸鼻子。我的错，岳兄别生气。哼，岳千帆很是傲娇，不想搭理他。温竹清这边，岳千帆出动，他也就放心了。除非是分神期的大佬过去，岳千帆都没有问题。我好了，你随意。欢迎送人头。哦，还有啊，二公子，与虎谋皮，最终伤的也是你自己。看他阴沉的都能滴出水来的脸色，温竹清心情极好，翻身出去。岳清浩有些害怕了，这女的超出他想象的强大呀！任你多厉害，也得死在这儿。拿出了一根白骨，吹了几下，一个黑色的乌鸦落下来，写了一封信，让乌鸦带走。温竹清敲打了玉清浩，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他，只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蠢货而已。他以为自己有多了不得吗？还来收买自己？要不是没空啊，高低得狠揍他一顿。现在棘手的是幕后的降头师，还有水猴子。先解决水猴子这种东西，温竹清也不知道是怎么制作出来的，狡猾灵敏，真的是很难对付。顺着湖水的排水口追出去，再次出来，竟然都已经是海边了。取出追踪符，白天已经记下水猴子的气息了，继续追上去。张老魔再次出来透风，难得的没有贫嘴。温竹清还觉得挺意外的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没心情，不想说话。我发现跟着你并不是好事，你遇到的对手是一个比一个强，你觉得你能是人家水猴子的对手吗？能的呀，实话跟你讲，我才出了5成力气，没有使出全力呢。我也很厉害的好不好？是，你很厉害，可是你不想想，能养出水猴子的人能是一般的人吗？而且那玩意儿能是一只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水猴子还群居啊？不会群居，但是呢，能制作出来一只就会有10只、8只，甚至上百只，只要材料足够了。你忘了当初我弄活死人也是有多少弄多少，从不会嫌多的。温竹清沉默。那也得打，我现在不战而退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。已经结仇了，不是他们死就是我活着。哼，合着人家必须死啊？当然啦，我能死的吗？温竹清都想好了，实在不行那就摇人嘛。九阳宫的可爱前辈们那都很好相处的，殷前辈也是个大好人，铲除邪祟那都是正道人士的责任。温竹清求助的是毫无负担。张老魔不说话了，他主意这么大，能留着自己都已经不错了，可不敢惹他生气。追踪符显示要出海，可温竹清没有船呢。不过这也难不住他，从荷包里面翻出了几块木头，快速制作了一个冲浪板，然后一个加速符纸拍上去，温竹清就可以乘风破浪了。行驶了半个时辰，终于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影子，那是一个小小的海岛。温竹清上了岸，打量着阴森的小岛，看着也没什么活人的气息。那边小心了，肯定不是一个。因为有张老魔带路，倒是不需要时刻的警惕。温竹清走的是闲庭信步，像是旅游一样。你还真敢来呢？你姑奶奶当然敢来了。老头，你胆儿挺大呀，敢害了布政使家的公子，不怕遭天谴的吗？天谴是你们这些正道人士虚伪的说辞。哼，你们就不杀人了吗？什么天谴？只要老夫足够强大，天又能奈何我？你牛，希望你的能力能跟得上你吹的牛逼。你不是大周人，看长相蒲甘人吧？那里的人不是更幸福，相信来生福报的吗？你怎么还敢做降头师啊？你懂的倒是不少呢。许是自己的地盘，
降头师也是有恃无恐，长久不接触什么人，也想跟人聊聊。佛祖也有度化不了的人，要不然怎么会入地狱呢？哼，小姑娘真是年轻漂亮，好一副皮囊啊！温竹清警惕地看着他，你想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。看着我的眼睛说话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真是有意思，你不信也没办法。从你踏进福州第一天，我就盯上你了。为什么？温竹清很是意外，竟然是冲着他来的，不是冲着玉家呀。哼，我们修行到了这个地步，世俗的欲念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。温竹清警惕起来，我身上有你想要的东西。正确来说，我想要的是你这个人。我操，老东西，你这么不要脸吗？这么大年纪好意思要小姑娘，人老心不老，老不休，老不死的。骂吧，随便你骂，反正过了今晚你也骂不出来了。老头一伸手，温竹清突然就难以动弹，脑子一阵的刺痛，像是灵魂被拉扯出身体的感觉。他想夺舍占据你的身体，快想办法，否则的话你真的要死定了。不是身体死，而是灵魂被人给抓出来换成了这老头了。哇，尼玛，听说过夺舍的，可是也没有老头子夺小姑娘身体的呀。你乐意做女人吗？想想每个月来一次月事，痛经流血，还会脾气暴躁，走路都不自在。你想趴在男人身下做底下那个吗？你想生孩子10月怀胎吗？你想给孩子喂奶？你闭嘴！老头被他说的都有些崩溃了。你都被人给夺舍了，你不该关心你自己吗？其实温竹清也不过是苦中作乐，他那么多福祉，却唯独对夺舍没什么有用的。趁着老头分神，一道五雷符拍下来，却是被老头挥手就给打散了。省省力气吧，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这点小把戏根本不够看。又取出了传讯符纸，却没有起效，这里好像就被封闭了灵气似的。乖乖听话，我能保住你的灵魂，让你看着我用你的身体修炼飞升，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一定能渡劫。为什么是我呀？温竹清很是好奇，他有什么独特之处吗？哼，让你死个明白，因为你不是这个位面的人，你怎么来的应该比我更清楚。你是我见过最完美和宿主融合的，我要是能取代你，不会被天道发现，否则降下天谴，我也扛不住。原来你也怕天道呀？我以为你已经强大到了和天道肩并肩了呢。温竹清忍着头疼，默默地念诵着安神咒，有点用，但是不多。想打开二丫头的领域，竟然没打开。所有的底牌都要拿出来了，竟然没有一个有用的。别挣扎了，落在老夫手里，你不冤枉。突然，一道寒光闪过，可惜被老者用2根手指头给夹住了。竟然还有帮手，可惜太弱了。长剑嘎嘣一下，竟然给掰折了。萧青言瞳孔紧缩，猛然闪身，长剑扎在了他原来的地方。这老头还是人吗？强大的都让人绝望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冒险呢？现在好了，咱俩都得交代在这儿了。哎呀，你赶紧走，我有办法对付他的。萧青言不信，阿青如果有办法，早就把这老头屎都给打出来了，肯定不会等到现在的。我不走，丢下同伴自己逃生不是我的为人。阿青，今日就是死，咱们一起死了。咱们都死了，孩子们怎么办？你这人能不能不要这么轴啊？人各有缘，若是咱们一家注定都得死，那就地府去团聚吧。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温竹清都想骂人，不过心里到底还是有一些感动的。萧青言不是白眼狼，这段日子没有白养活他。杀！既然刀剑不起作用，那就用拳头来杀出一条血路来。哼，有点东西。老头硬生生地与他碰了一掌，身子颤了颤。
萧青岩却退后2步。散来！萧青岩是越战越勇，每一次都是10乘10的功力，爆发性是一次比一次强，甚至把衣服都给撑破了。古铜色的腱子肉散发着浓浓的荷尔蒙之气，温竹清都惊呆了。他那个总是要钱跟小媳妇儿一样的男人居然这么猛啊，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。好完美的身材啊，这不脱衣服还看不出来呢。目光不由得落在人鱼线之下，这裤子质量还挺好的，也没给崩坏了。别看了，想想法子吧。张老魔都无语了。你能收起你的哈喇子吗？我想不起来啊，现在调动不了灵气了，打也打不过。你看看他有什么弱点没有啊？不是一个修炼体系的，我哪知道啊？温竹清一摊手，这就没法子了呀。萧青岩最终被老头一巴掌给拍飞了，老头的衣服也变得凌乱，喘着粗气。你惹怒我了！老头一挥手，竟然爬出了10多只水猴子来，这玩意儿果然是批量制作的。萧青岩变了脸色，一个老头都已经杀不动了，又来了这么多的怪物，今日真的是凶多吉少了。萧青岩，来我身后！萧青岩也没多想，翻身跳到他身后。阿青，你说怎么打？老头想要我的身体，夺舍还阳。还有这种邪术啊？不，阿青，你一定不能让他得逞。萧青岩，你应该知道，从一开始我就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不是总说缘分吗？这是咱们的缘分，也是我的运气。阿青，我很庆幸遇到你，而不是原来的那个小姑娘，她用来掩饰身份、照顾孩子的便宜后娘。哼，是啊，缘分。这副身体被我养了这么久，真舍不得。不过老头，你大概也知道一句话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想夺舍我，你做梦去吧！老头与萧青岩心中都响起了不妙的预感。你想做什么？温竹清的丹田处竟然是爆发出了一片金光。我靠，你要自爆丹田啊！温丫头，冷静啊！自爆可就彻底没戏了。哼，我没了身体，也要拉着这老鬼一起死。大不了做鬼，咱俩作伴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不要！萧青岩现在升起了一股恐慌，好像是要彻底失去温竹清了。死丫头，你可真豁得出去。不过你想多了，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想死都难。老头伸手禁锢住他的身体，同样安抚住他暴躁的金丹，阻止他自爆。就是现在！温竹清猛然抓住了老头的手，哈哈大笑。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哈，你太小瞧我了。什么绝对的实力，姑奶奶让你看看什么叫绝地反击，尝尝我的吸星大法。老头的灵气源源不断地被吸进了温竹清的丹田里，老头大惊失色。这是什么功法？你是魔道中人吗？拜金大大所赐，温竹清也是一个武侠迷，吸星大法自然是不陌生的。前世和师兄们尝试着玩，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可是今天遇到的这种情况，只能用这一招了，否则他跟萧青岩都得死。孩子们成了孤儿，那日子还不知道得多惨呢。你住手！晚了，老头，我自爆或许弄不死你，但是我能吸干你啊！一起上，杀了他！水猴子们滋哇乱叫，一窝蜂地冲上来。萧青岩是一拳一个，死死地挡住他们，给温竹清争取着时间。张老魔满屋子的乱飘，说不出是激动啊还是兴奋。这女娃娃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底细啊！老头突然停止了挣扎，反而主动地给他输送灵气，在温竹清疑惑的眼神里嘎嘎大笑。丫头，你这个功法是好的，可惜你忽略了我们之间的差距。我可是化神期，灵气是你的上百倍，你要是都吸完了，能把自己撑爆了。够了，你松手！哼，现在后悔了，我是不会松开的。反正都是我要用这个身体，现在传给你也不亏。你就不怕我爆体而亡吗？怕呀，这不是被你逼的吗？你先撤了功法，我就送来。不，就不得！
温竹清痛苦地皱眉，这什么倔强的丫头啊，不识好歹，抓紧时间输送灵气。他撑不住的时候，自己趁虚而入，掌握主动权，这副身体就还是他的。张老魔从焦急到错愕，渐渐的有一些无语，飘在空中看热闹。我不行了，撑不住了，你住手啊！温竹清佝偻着身子，看似是更加的痛苦了。老头的灵力消失的也更快了，已经快70%了。他终于是察觉到了不对。你阴我？可不能这么说啊，是你非要给我的，我不要多伤你的心啊。虽然你的灵气斑驳了点，臭了点，我将就将就，不挑嘴了。继续啊！你松开！温竹清死死地抓住他的手，松开那是不可能的，不吸干了他，那绝对不可能。你住手！我错了，只要你放过我，我给你无上的权利。我的大弟子是蒲甘的国师，不管你要什么，我都能给你。我只要你的命！温竹清发了狠似的吸收灵气，最终在众人的惊恐之下，老头渐渐的变成了一张干枯的皮，可是还没死呢。这不对，你不可能有这么能耐，你藏着什么法宝？你让我死个瞑目！凭什么？你给我什么好处？老头差点给气死，他竟然还要好处。我的储物戒指给你，里边是我毕生的收藏，都是宝贝。你死了，戒指照样是我的。唉。温竹清打了一个哈欠，有点困了。萧青岩已经消灭了所有的水猴子，这人天生就是个炼体的料子，那么多的灵气都到哪儿去了呀？温竹清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撑不住要自爆丹田的时候，荷包突然就打开了，一股吸力传来，灵气就好像流水一样的被吸走了。他荷包里面肯定是有宝贝，只是他并不知道是什么。温竹清抬起了膝盖，狠狠地给了老头一下。让你算计老娘！老娘活那么多年，第一次被人夺舍，还是个糟老头子，你恶不恶心啊？老头被打的是毫无还手之力，此时已经是进气多出气少了，满眼都是不甘。想我死没那么容易。他也会自爆，只是刚要动手，一道黑影就冲进了他的脑子里。张老魔把他给附身了。温竹清松了一口气，不过手里多了一把长剑，抵在他的脖子上。你想做什么？夺舍他的吗？咱爷俩好歹相处了这么多天了啊，你不能给我一点点信任吗？我是在帮你啊。温竹清就从来没信任过张老魔，毕竟这个人可是个魔头啊，你能指望魔头弃恶从善呢？那是佛祖做的事儿，他并没有度化魔头的能力。别以为说上几句关心的话，温竹清就把他给当作亲人了。现在温竹清也得防备着张老魔用老头的身体搞事儿。张老魔那个憋屈啊，突然就哈哈笑起来。不错，文丫头啊，我没有看错你，想骗你还差了点儿。我把老头的记忆读取一下，你先别着急下手。好，1刻钟。太短了。半刻钟。张老魔不说话，敢犟嘴，他能把时间给你弄到一盏茶，甚至马上就下狠手。这丫头就应该去魔界混，比他更像个魔头。萧青岩站在温竹清的身后守护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就一拳打爆这副身体。终于张老魔飘出来了，老头眼神呆滞，跟个老年痴呆似的，突然就喊了一声夫君，母亲，你们来看孩儿了。温竹清和萧青岩都傻了，怎么个情况啊？你把他弄傻了？不是我，但是也有关系。你以为化神期那么好杀呀？你忘了武清渊，他能练出自己的分身，哪怕身体毁掉，只剩下神魂也能活过来。不过修为会大打折扣。这老头也挺命苦的，原来是蒲甘的皇子，不过不被国王和王后喜欢，因为佛门说他前世杀戮太重，会妨碍王室的国运，从小就被关在冷宫里，不得出门。宫里的下人们呢，也不少欺负他，艰难地活到成年，没有一个人关心他，也没吃过一顿饱饭。明明是尊贵的皇子，活得却跟乞丐一样。他呀，也是命硬，
硬是撑过来了，还在皇宫碰到了降头师，拜他为师，这才改变了命运。哎呀，算一算，这老头已经活了300岁了。他当年的父母兄弟都被屠戮干净，扶持王室旁系继位，在幕后操控着整个国家，打压佛门，扶持降头派系。可惜啊，佛门的强大不是他能对付的，这么多年没有成功，因为有了心魔无法突破，不得已夺舍，以此来活着。温竹清不同情他，也不可怜他，人各有命，他又不是菩萨，也不能普度众生，他却先来害自己，那就不是个好人，死有余辜。你就看到了这些啊？时间太短了，只有这些。张老魔眼神幽怨，还不都怪你啊！温竹清毫不客气的就把他的储物戒指给扒了下来，据为己有。找找里面有没有降头派的秘籍，我看一看行吗？回头再说。这个人怎么处置？直接杀了吗？不好，你倒是可以杀了他，毕竟他先对你动手的，不会沾染杀孽。不过呢，太浪费了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让那个僵尸过来，把他练成僵尸啊。分神期的僵尸可遇不可求呢，只是这一身的筋骨就能够扛得过天雷。不愧是你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灵力已经可以运转了，只是还是流失了不少。那个东西不仅吸别人的，还吸自己的呢。传讯符呼叫岳千帆，定了地址，岳千帆很快就过来了，突兀的出现在山洞里。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这个老头看到没有？化神期，送你了。岳千帆围着老头看，眼底满是热气。还真的送我了，这可是大宝贝，还是个老 baby 呢。送你了，我们留着也没用。不过你悠着点哈，也反被人家给控制你了。那不能够，你太小看我了。给我一些时间，把它打造成我的暗卫，还是金甲暗卫，有基本的神智，听我的吩咐，我将来留个阿离。你有分寸就好。搜查一下这里，能用的都拿走，剩下的销毁掉。我来，你歇着吧。温竹清从荷包里面取出了一件衣服，穿上吧。你什么时候给我准备的？是我喜欢的颜色。温竹清不吭声了，他喜欢什么颜色那还真是不知道，不过是一件法衣，上次在鬼街买的，尺码可以自动调节，肯定适合他穿，只是一直都忘了给他，待在荷包里面落灰。哎呀，穿你的吧，话那么多。好嘞。萧青言并没有急着穿，跑出去洗了一个澡才回来，可不能脏了阿青的衣服啊。张老魔露出了姨母笑，你这夫君其实还不错，不如就这么过吧。你俩生出来的孩子肯定不错，只是这长相就挺好看的，适合造娃。你懂什么呀？长得好看的男人多了，我不能因为造娃就选他吧。未来那么多的美男等着我临现，我不能为了一个男人放弃一整片森林呢。岳千帆都无语啊，萧兄知道他夫人有这么大的志向吗？看来他还没追到手就挺开心的。所有水猴子的尸体都被烧了，火光冲天，三人站在外面有一些怅然。这次剿灭了一个老魔头，却并没有多么的开心，或许是因为死了太多的人吧。有的时候呢，是岳千帆人力划船，温竹清两个人就躺在船舱里呼呼大睡。昨天晚上大战一场，那都累惨了。岳千帆不用睡觉，也不用吃喝，当苦力正合适。突然，几艘大船速度飞快地把他给围了起来，船上的水手眼冒凶光。长得倒是好看，竟然是个小白脸子，可惜了，不是小娘子，老子不喜欢。楚溜，这是你的菜，快来！竟然是海盗，岳千帆都乐了，正愁不想划船呢，都没惊动温竹清。不到1刻钟的时间，一艘船的海盗都被他给制服了，剩下的仓皇逃窜，岳千帆也没追，不过呢，都留下了他们的气息。温竹清两人也醒了，萧青言对于这些个海盗那是深恶痛绝，尤其是离着码头这么近都过来打劫，可见海盗的猖狂。他亲自审问这些个海盗，得到了很多的线索。傍晚时分，他们的船终于是靠岸了，来交接海盗的竟然是老熟人陈广孝。温竹清眯起了眼睛，臭着个脸，不想跟他说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嘴贱，让阿青收拾了。陈广孝眼神复杂的看了他一眼。半个时辰就自己解了，
不会死掉的。温姑娘好手段，只是用来折磨凡人，未免大材小用了。陈广孝，你什么意思？你非要针对阿青吗？阿言，你变了。曾经你也说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的，现在你为了个女人不要兄弟了吗？陈大人啊，你这么说可是不对的。既然女人如衣服，也没见着你光着身子出门啊。你大概不知道下一句吧？手足可断，衣服不能丢。噗嗤一声，岳千帆忍不住笑出来，跟温姑娘斗嘴，这个陈广孝连他都比不上呢。你什么你？姓陈的，你我素不相识，无怨无仇，是你先来欺负我的。我要是个普通姑娘，可不得被你欺负惨了。你也真是奇怪啊，只是个跑走而已，做着人家爹的活。你这么爱当爹，也没见你当得多称职啊。我要猜的不错的话，你把我挤兑走了，让你女儿嫁给萧青爷，是不是？陈广孝眼神一闪，他怎么知道的？这事儿他都没跟萧青言说起过，只是在自己的家里面谋划，竟然被他给说破了。萧青言哪也置信，这是真的吗？你拿人家当兄弟，人家真把你当儿子呢。好大儿，还不赶紧孝顺你老丈人去吧。温竹清忍不住的迁怒萧青言，不管是他什么朋友还是兄弟，敢来招惹他，那照虐不误。别说他们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夫妻，就算是真正的夫妻，也没有为了他委屈自己的。萧青言并没有和稀泥，而是坚定地站在了温竹清这边。人已经交给你们了，我们夫妻还有事儿，告辞了。见他真的是生气了，陈广孝马上服软。阿言，这次是我不对，我这个人心直口快，你一直知道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这样，我给弟妹赔礼道歉，请你们喝酒，我自罚3杯，好不好？萧青言只看温竹清的意思，结果温竹清只是淡淡的睨着他，看着陈广孝是羞恼交加。弟妹，你要还觉得不解气，打我一顿。我这个人大咧咧习惯了，有口无心的，真不是嫌弃你的意思。哼，那你也得有那个资格。陈大人，别说的那么茶，什么有口无心啊，大大咧咧的习惯了。你这么大一男人，别的本事我没看到，两面三刀，小肚鸡肠，现在又学会茶言茶语了。不好意思，你不嫌弃我，我嫌弃你。跟你喝酒啊，我犯恶心。招呼岳千帆一块走，不管萧青言了，他就是迁怒啊！这个人如果还敢来他面前舞，那就直接揍他。岳千帆也觉得解气，这个陈广孝明明是个武将，可那心思却是弯弯绕绕的，比文官都来得阴险。温姑娘怼得好，这种人啊，不用给他脸，嘴上是道歉，没点诚意，当谁傻子呢？谁说不是呢？萧总也是遇人不淑，你也别为了这样的人迁怒他了，他夹在中间也挺难的。温竹清白了他一眼，你倒是向着他，给你什么好处了？你为难是他的事儿，我让他夹着了吗？我就是爱迁怒，谁让他招来的人？他冤枉吗？不冤枉，咱吃点好的啊，我请客。行，宰你一顿。温竹清不在乎萧青言会不会为难纠结，处理不好就是他无能。别说什么夹心饼干的，还是他不在乎自己，把自家妻子看得与兄弟一样重。这样的男人或许是个好兄弟，但绝对不会是一个好丈夫。萧青言这边对陈广孝呢真的是很失望，不过还是配合他把海匪们都给关到了牢里。陈广孝有心缓和关系，邀请他喝酒，萧青言拒绝了。我还要去见玉大人，剿匪还有很多事儿，陈大人也把心思放在剿匪上面吧。海匪这么猖獗，作为总督，你责无旁贷。陈广孝老脸一红，我知道，这不是有心无力，咱们的船比不上海匪的，资金也有限，能保护好地面上的安全已经很不易了。你让我很失望，曾经的你可不会说不行，迎难而上，不惜一切代价击杀敌人，才是军人的风骨。你现在像个政客，而不是军人了。陈广孝眼神复杂，苦笑一下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是个政客，玩弄权术，一心向上爬。我已经忘了军人应该是什么样了。可是你呢？你又算什么？小兄，我希望你别忘了自己身上的责任，为了一个女人忘了你的使命了。阿庆说的真是对啊，你真想当我爹呢？你是在教我做事吗？陈广孝脸色一白，低头道歉。不敢。告辞，不用送了。
萧青言离开了，陈广孝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。现在啊，说什么也都晚了。温竹清睡了一夜，神清气爽，再次下楼，见到萧青言坐在大堂里面喝酒。一大早就喝酒啊？你醒了，一夜没睡，喝点酒醒醒神。这是米酒，不怎么烈。昨晚忙什么了？和玉大人研究剿匪的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人事已经取消了，玉大人还颁布了很多保护奴才下人的条令，不得无故虐杀下人，官府会监督。虽说不能偿命、监禁、坐牢，按照情节进行惩罚。挺好的，虽然不会禁止买卖，起码没有这么猖獗，下人们的性命有保障。两人都不提陈广孝，谁都不想扫兴。温姑娘，你在吗？我儿子不好了，你能来看看吗？传讯符传来玉川谷的声音，马上到。唰的一下就出现在了玉清孝的房间里。温大师，你快来看看，阿孝身上突然出现很多红疙瘩，还流脓水，疼得不行啊！温竹清刚要上前，玉清浩拦了一下。大伯，我特意请来的世外高人，你怎么不让他试试呢？我一心为了堂兄，你这是不信任我吗？哎，够了，阿浩，有些话我不想说。阿孝书房伺候的小厮跟你院子里的丫鬟走得很近的，前些日子他收拾阿孝的寝具，转头找你家丫鬟，递给他一些东西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玉清浩慌了。我不知道，或许是他们情投意合呢，我真的不知情的。是阿孝的头发。李大伯，我坐在这个布政使的位置上，不是蠢的。贼喊抓贼的把戏我见多了。岳清浩跟着来的高人，山羊胡子单眼皮，一身的青色道袍，挺有欺骗性的。于大人，这不是单纯的为附身或者中邪，这是降头术，破解不好是会死人的。贫道久居蒲甘，一直研究降头术，贫道敢夸下海口，贫道不出手，令郎凶多吉少。真的吗？敢不敢打赌？哼，赌什么？黄毛丫头，你才几岁啊？懂不懂尊敬前辈？你什么修为？贫道筑基巅峰，我也就是潜心研究降头术法，否则的话，我早金丹了。哦，这样啊，我金丹中期。山羊胡子就不信了，这女人才多大呀？她要是金丹中期，那自个儿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修炼了这么多年，耗费了那么多的资源，难道都修到狗身上了？温卓清浑身金光冒出，山羊胡子顿时是浑身巨震。见过前辈。修真界看的是修为，不看年纪，修为高的那就是前辈。这么大的反转，玉川谷都忍不住笑了。温大师真的是从来就没有让人失望过。哎呦，痒死我了，太痛苦了，让我死了吧！玉清笑狂吼一声，惊动了众人。镇定药已经不管用了，那些个红疙瘩肉眼可见的速度溃烂开来，味道是臭不可闻，熏的人都难以呼吸。好惨呐！幸好脸上没有，要不然变麻子脸了。温大师，别贫了，救救我吧，我太难受了。实话跟你说，我也不会的。看玉清笑就要发飙，赶紧继续道：但是有人会，那老头过来给前辈做点事儿，给解了这个降头。山羊胡子不大情愿，虽然是前辈，可没好处的事谁乐意干呢？温竹清脸色一沉：你不愿意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是你搞出来的，残害无辜凡人，还用这么残忍的手段，你不怕沾染孽障，修为尽失吗？这不是我呀，那个降头师已经跑掉了，跟我有几面之缘，他师父死掉了，急着回去争夺国师之位了，哪顾得上这儿啊？哦，那你还是会的，不是你做的最好喽。我这儿有一些降头术的秘籍，你要不要看一看？你骗傻子呢？他要是有的话，能不自己动手啊？你看看，我是没有解除降头术的东西，毕竟修的不是这个。山羊胡子只看了2眼，那眼睛都直了。现在帮不帮忙啊？帮的，当牛做马都行，只要你让我看这个秘籍，小老喊您姑奶奶了。玉清浩都气死了，自己的帮手竟然也被他给收买，这女的也太邪门了。温竹清一挑眉，冲他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。降头师破解秘法是不让外人看的。玉清笑很快好转，伤势止住了，脸上的黑气也散了，
这场劫数他度过去了，余生否极泰来，顺遂安康。至于玉清浩，不用温竹清说，玉川谷也不会放过的，连同二房一起给撵出了家门，就给他们一个小房子住着，那些个小妾美婢都给发卖了，家里终于是清静了。玉二爷不甘心，大骂他不仁不义，要去坟头找老娘告状。当大哥的把弟弟给赶出了家门，他忘了怎么答应母亲的，要照顾他一辈子，难道就这么照顾的吗？于是乎，玉川谷就让人数了数他儿子做的好事儿，不走也行，那你儿子就发配铁矿做苦役去，做了恶总得付出代价嘛。玉二爷这才知道儿子做了这么多坑害大房的事情，气焰终于是没有那么嚣张了。倒是玉清浩还不死心，大伯，今日你无桥，别怪我无义了，咱们走着瞧。哼，不装了吗？还是年轻太嫩了，我既然防备你，还能给你机会害我是吗？阿浩啊，你但凡心术正一点，我都不会不管你们，给你们一辈子荣华富贵。你这是贪心不足，好好反省反省吧。荣华富贵比得上你儿子吗？到底亲疏有别，玉家的一切我能得到多少？哼，那怪你没投好胎，滚吧，老子不想再见到你了。让人把他们全家都给撵出去。温竹清倒是多看了玉清浩一眼，这人没有绝望的眼神，反而满是狠戾，就提醒玉川谷，他怕是藏着什么底牌的，毕竟跟降头师联系过，难免会学什么歪门邪道，还是要防着点。玉川谷又何尝不知道呢？亲侄儿，我总不能真的杀了他吧？我已经提醒你了，吃亏了别后悔啊！也可以来找我，拿钱平事儿，5万两银子起步，看事情的难度喽。温大师，咱们这么熟了，别套近乎啊！不熟，别想来这。还有，你夫人说捐赠一半财产做善事，你可得抓紧办了，必须得兑现啊！我会马上去做的，温姑娘放心吧。温竹清没有多问，也不能什么都管吧。终于解决了玉家的事情，温竹清短时间不想来玉家了，觉得麻烦。玉川谷派马车送他回家，刚拐出胡同，一个人就猛然冲出来，吓得车夫勒紧了缰绳，差点撞到人。那人不仅没有道歉，反而还爬上了马车。你想死别连累别人啊！被鬼追了吗？啊，怎么是你啊？我以为是清寒呢。你也行，赶紧走啊！我好不容易逃出来的，我爹派人正抓我呢，求求你帮帮我吧。温竹清满脸的意味深长，这女孩竟然是陈可舒，陈广孝的女儿啊！陈广孝如果知道自己把他女儿给拐跑了，不知道会不会被气死。哎，气死了正好，让这老头不当人，总找自个儿的麻烦。不过嘴上还是说道：我凭什么帮你啊？这些都给你，一包金银细软，成交。送上门的钱是不要白不要。温竹清一翻手，东西就消失不见了。这是什么法术啊？想知道啊？不告诉你。刚走出去没几步，就被人给拦住了。可是玉小姐在车上，我们小姐闹脾气呢。若是叨扰了小姐，还请让在下把她带回去。来人是陈可舒的哥哥陈可亮，跟他爸爸那是沆瀣一气，都想坑他。陈可舒摇着头，一脸的焦急。温竹清却掀开了帘子，笑着道：不好意思，是我。玉小姐没有在车上，不过也没有你家妹妹，不信你看一看。可是温姑娘，久仰大名，听妹妹提起过你，在下陈可亮。我对你是谁不感兴趣，也不喜欢你们陈家人。你爹应该说过的，看不看？不看我可走了，以后可别冤枉我拐走你妹妹。看，冒犯了。陈可亮掀开帘子，打量了一下车厢，就这么点地方，一览无余，除了温竹清也没别人。车底下也搜查了一遍，车厢敲击几下，看看有没有暗格，结果都不可能藏着人。陈可亮就只好给他让开了。陈可舒都紧张死了，渐渐的看出来他哥竟然对他是视而不见，就知道温竹清耍了手段，太神奇了，他也想要。走吧，陈公子，后会有期，回去告诉你爹，不积德，小心遭报应。陈可亮满脸的尴尬，父亲非要跟那一个女子计较，说出去那也不占理啊。陈可舒等马车走远，激动地抱住他的胳膊说道：
你怎么做到的？教教我好不好？你卖身给我，当牛做马呀？你已经没有资格跟我讲条件了。也行的，管我饭就行。我卖身给你，总比在家被人逼着嫁人要好。你说女人非要嫁人吗？温姐姐，你这么厉害，干嘛也嫁人了？你自己过得不舒服吗？嫁过去伺候男人，还要生孩子，还要给他纳妾打理家务，将来还有庶子庶女。我看了那么多家族的内宅，就没有一个让我觉得嫁人是件美好的事情。哎，姑娘，难得你清醒了。嫁人呢是冲动的事情，美好的事情是爱情，谈恋爱才美好。只要牵扯到家庭，就没几个过得好的。你别问我为什么嫁人，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哎呀，别贫嘴了，我大概停不了多久就会离开的。你怎么打算的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温卓清摇头，单纯又冲动的女孩子呀，不碰得头破血流是不知道悔改的。但是她能有勇气逃离自己家里的控制，这已经很勇敢了。先回去再说吧。到了自己家，萧青言见她带着一个女孩子回来。这姑娘是谁啊？跟你有关系的，你猜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真的不认识她的，第一次见，我对天发誓，可不敢开玩笑，我胆小呢。萧青言是真的冤枉，他真不认识这姑娘。陈总督的女儿，陈小姐，她不是想让女儿嫁给你的吗？说不定你俩还有缘分呢。你就是我爹说的什么青年才俊，天下少有的好男儿啊！长得倒是能看，可你竟然是温姐姐的人，怎么还笑想本姑娘呢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的，都是你爹自己想的。我跟他兄弟相称，你是我晚辈，得喊我一声叔叔呢。我怎么知道他脑子进水了，想把女儿嫁给我？不要太离谱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爹确实脑子有坑。叔叔好，以后我跟着叔叔混了，我离家出走了。你跟阿青说吧，我不管的。萧青言顿了，生怕跟他沾上关系，那都解释不清了。这可真的是祸从天降。温卓清让人给他安排了房子，暂时先住着吧。一夜无话。第二天一早，院子里咚的一声响，走出来一看，竟然是岳千帆。你怎么掉下来的？你家修的跟迷宫似的，我也能进得来？你不提前讲，我好接你啊。有事儿？啊，没事就不能找你了。你要这个语气跟我说话，可以滚了。姑奶奶不伺候了，给点好脸色就顺杆爬。你还别，我说，哎呀，我家老头子病得严重，请你去看看。温卓清真的是全才，不管是邪门的事儿，还是身体有毛病，都能看。有他一个，抵得上无数的人才。你爹才发作，比我想的要迟一些。我爹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去看看再说吧。到底是亲爹，岳千帆还是很担心的。岳老爷子的气色更不好，竟然都弥漫起了一层死气。看到温卓清那叫一个老泪纵横。温大师啊，我是不是活不成了？大夫都说我没救了，让安排后事呢，我舍不得死啊。岳老爷，别这样，人总有一死，早死晚死都得死，想开点啊。岳老爷子白眼一翻，都快晕过去了。不过我和岳老爷投缘，跟阎王说说情，让你多活几年，不用太感谢我喽。真的吗？比金子还真。调侃地问了岳老爷子。温卓清打量他的住处，他这是被煞气给冲着了，屋子里肯定是有阴煞之物。岳千帆也觉得不对劲儿。房间里有东西，一股子土腥味，墓地里淘换出来的。他现在可是个盗墓高手，只要他想，就没有他挖不开的墓。哪儿呢？两人一起找，最后那目光都落在他的枕头上，看得岳老爷子是浑身发毛。你们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啊？岳老爷，不想早点吃席，把枕头给我们看看。是个玉枕头，两边雕刻着兽头，竟然是麒麟，也是瑞兽了，入手冰凉。温竹清不明白，古人为什么就喜欢枕这么硬的枕头呢？难道就不会得颈椎病吗？就是它了。岳老爷，你从哪儿弄的这个枕头啊？枕这个邪命长了。哎呀，不瞒你说，这是陪葬品，从人家脑袋底下薅出来的。你抢人家东西，人家能不缠着你吗？什么？死人的东西？岳老爷子白眼一翻，这次是真的晕了。想想自己一直枕着死人的枕头，岳老爷那是浑身的不舒服，生怕人家找他算账。管家也是浑身发毛。
这个枕头老奴知道是夏姨娘送的，说是安神醒脑，延年益寿，老爷挺喜欢的。又是夏姨娘。温竹清撇嘴，好姨娘啊，一个姨娘送一件。岳大少，你家是真该吃席了。那个，你家主的事定下来没啊？别节外生事了，万一多俩姨娘送的好宝贝，我跟阎王爷是铁瓷都不行，人家高低得带你走，谁让你一身的阴间气呢？岳千帆见他爹刚睁开眼，的一下又晕了。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吧，真气死了怎么办？温竹清研究枕头呢。你看看，这么大块的玉枕头值不少钱呢，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，怎么着也是王侯之墓，要不要去串串门啊？说不定有好东西呢。回头再说，先救我爹。老爷呀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，可怎么活？夏姨娘出现的正是时候，温竹清笑眯眯地说道：活不下去，那就一起走吧。夏姨娘这么在乎老爷，肯定愿意跟着去伺候的吧？你儿子也没尽孝，到了底下正好孝顺他了，一家子齐齐整整的，多好啊！夏姨娘气得够呛，你这嘴太损了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每次都针对我？老爷，没有你疼妾身要被人欺负死了。得，挺会卖惨，又被他抓着理由了。岳千帆可不惯着他。夏姨娘，我爹是被你送的枕头害死的，你自己看看，墓地里的东西你给我爹用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是不是盼着他早点走了，让你儿子当家做主？也不看看他那个怂样子，就算给他做，他能撑得起来吗？我没有，我不是，你们污蔑我。那好，你跟我说这个枕头从哪儿买来的？要是还有别的东西，你最好一起给我，否则出事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当然是买的了，是我舅舅找了很多关系才买到的，他都舍不得用，特意送来的。你舅舅当然舍不得用了，他可能毫不知情，你去问清楚了，这事儿事关重大。可我舅舅已经死了。确实死了，人都投胎转世了，还是温竹清给送走的，给忙忘了。那就没法找，先这样吧。温竹清把这个枕头给收走，回头研究研究。至于夏姨娘如何处置，温竹清就不能越俎代庖了，那是岳老爷的事儿。你起开啊，别耽误救人。你想守寡也得先想想你儿子没在家，没人帮你争家产，别做这副死猪样子了。我们没人会心疼，心疼你的人也快被你给耽误死了。温竹清嘴巴堵起来都能气死个人，夏姨娘忍得脸都红了，愣是不敢吭一声。温竹清给岳老爷把脉，一会儿说道：问题不大，我给你开个药方，你吃半个月差不多就能调理好了。不过以后戒色1年，想活得长寿，最好少跟姨娘们扯犊子。真以为自己还是大小伙子吗？一屋子的男人愣是没人敢吭声。多谢温姑娘，老夫以后什么都不操心。老大爷回来了，我安心养身体，含饴弄孙，过点清闲日子。哪个孙子？阿离差点病死，你现在想起来你有孙子了？这么大火气呢？岳老爷求助的看了萧青言一眼，萧青言还要跟岳家合作呢，只能帮忙，问道：阿青，你饿不饿？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，别累着了。我不累的，倒是可以吃点东西。厨房已经准备好了，温大师请。温竹清去吃饭，岳千帆留下来照顾岳老爷，处置夏姨娘，这都是他的家务事了。一顿饭吃得很是满足。刚吃完了饭，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。三少爷被马车撞了，浑身是伤，大夫都说没法救，让准备后事呢。大管家，怎么办？得禀告老爷呀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去禀告大少爷。除了岳千帆是嫡出的，其他的弟弟们那都是庶出，但是那也是弟弟啊。全城的大夫都请过来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必须把人救回来。温大师不是擅长医术吗？不知能否请温大师出手？岳千帆也是忘了，主要是庶出的弟弟也没多少的感情，又不是亲爹，想找最好的给他们治伤呢。温姑娘，你意下如何？行医救人也是功德，我可以帮忙，按照正常大夫收费就好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
三少爷已经昏迷了。温竹清进门就闻到了浓重的血腥气，怕是凶多吉少啊！血葫芦一样的三少爷只剩一口气了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就算是被撞了，顶多也就是骨折或者内伤，这副样子倒像是被人给殴打了半天一样。那马车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撞着人被马车压了一遍，我们都控制住了，突然又发疯，追着少爷撞了一遍，像是非得要弄死少爷一样。这就不正常了。温竹清道：你们都出去，我试着救一下，能不能活就看他的命了。老山参准备着，以后还会用很多，最好多准备点。库房里有2只，够不够？差不多吧。有了人参，温竹清就多了几成的把握。外伤处理干净，撞碎的骨头给固定好，内腹的淤血用灵气化开。三少爷这条命在他的全力救治之下，终于是活了下来。这一治疗那就已经是月上中天了，终于出来了。观察3天，如果这3天能扛下来就没问题。找几个细心的丫鬟，告诉他们怎么护理，这3天都不许他吃任何东西的，别给忘记了。好，辛苦你了。以后多帮我家赚钱吧。突然，温竹清蹙眉，看着月家上空，掐指算了一会儿，说道：你家最近是不是倒霉事不断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？是啊，我回来就没休息过，不是铺子里出事就是家里出事，前几天甚至池子里的鱼都死光了，我还以为是我的存在让家里倒霉的。不是的，你家祖坟被人动了。什么？谁敢动我家祖坟？让我找到了，一定弄死他全家。淡定，忘了你的身份啊，话能随便说的吗？现在怎么办？你不给我50万两银子，这事平不了，太麻烦了。哎呀，多少都给，求求你了，辛苦辛苦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走吧，去你家祖坟看看。